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娱乐圈最近一桩震惊各界的离奇事件：一位年轻男星坠楼身亡，却牵出 U 盘、特权阶级和灵异狱警交织的惊悚真相。这名男星叫于蒙颖，他的死亡表面上是意外，背后故事却像极一部谍战片。有人说他生前藏了一个红色 U 盘，里面藏着大人物的黑名单；有人说权贵为了夺回 U 盘不择手段灭口，甚至有灵媒出面声称从蒙颖的在天之灵那里听到了最后的警告。蒙颖亲口说出 U 盘里真的藏着一个幕后之人，他们永远也找不到。他还留下最后的预言：2026年小心船和火车，普通人也可能被牵连其中。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位灵媒惊爆唯一能解救中国艺人的方法，究竟这起悲剧背后有何隐情？我们将深入探讨，带大家抽丝剥茧，走进这黑暗真相的漩涡。事件的开端发生在2025年9月11日的夜晚，某一线城市的核心区一座高档住宅楼下传出骚动，37岁的当红影星于蒙颖坠楼身亡。消息一出，震惊粉丝和舆论，各大媒体最初报道的调性却异常冷静，警方火速介入调查，结论几乎瞬间就定调为饮酒后意外坠楼。蒙颖的团队当天傍晚也匆匆发声明，证实他已离世，表示深感悲痛，但对死因只字未提。一切看似尘埃落定，仿佛只是一场酗酒不慎导致的不幸。然而，许多细节从一开始就透着古怪，让人无法相信这只是简单的意外。首先是坠楼现场的蹊跷情形。据传，当救援人员发现蒙颖时，他的腹部缠着绷带，身上穿着干净整齐的衣服，完全不像刚经历高楼坠落的人。一名疑似目击的业主声称，蒙颖坠下前曾大喊一个人的名字求救，那声音短促而绝望，但这则爆料在群聊里传不到1小时就被秒删，发帖者还收到了恐吓短信。还有人注意到，案发后几个小时内，现场附近就被不明人员彻底清理，监控视频、脚印痕迹都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种种反常迹象显示，蒙颖之死并不简单。网友们开始质疑，他真的是醉酒失足吗？还是有人蓄意为之，并迅速抹除了真相的痕迹？更耐人寻味的是，蒙颖的生前行踪和最后讯息。就在坠楼前一夜，9月10日晚，蒙颖出席了一场私人聚餐，那是一场圈内饭局，传闻出席者不乏演艺界和资本大佬。蒙颖在饭局中似乎情绪不高，早早离席。然而，他离开宴席后并没有回家休息。据后来曝光的线索，他被人请去了某个公寓，实际上是被控制在那里。当夜，蒙颖感到巨大的不安与恐惧，他用手机给母亲发了一段凄绝的长讯息，仿佛遗书般告别。讯息中，他写道：妈妈，我被禁锢在一间公寓里，外头是漆黑夜空，空气令人窒息，我觉得自己可能要出事了。那些黑影正越逼越近，我很害怕，每一个字都带着冰冷的绝望。为什么一个只想好好演戏的年轻人会走到这种绝境？字里行间充满惊恐和绝望，仿佛他已预感到厄运临头。蒙颖似乎知道有人想要他的命，但他没有明说是谁，只不断表达对母亲的挂念与不舍。这封遗书最终在网络上被公布出来，让无数人心痛震惊。一个大男孩在生命最后时刻承受了何等的绝望与无助。那么，蒙颖究竟掌握了什么惊天秘密，以致让人要对他赶尽杀绝？谣言的焦点集中到一个词：U 盘。网上流传，蒙颖随身带着一个红色 U 盘，里面存放着涉及娱乐圈黑幕的关键证据。他在聚餐当晚无意中得知某些肮脏秘密，偷偷将相关录音和资料拷进 U 盘，作为日后自保的筹码。这或许就是那晚他遇险的根源。手握他人罪证的他，立刻成了猎物。在他发给母亲的讯息中，有一句隐晦的提示：他们要我闭嘴，我手上这点东西成了催命符。这几乎可以确定，蒙颖手里真的有某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很快，网络上一系列爆炸性内幕接连浮出水面，如同推理小说的剧情逐步展开。一些被压制的证据开始透过海外渠道泄露，有人声称已获得蒙颖家属授权，在海外平台公开了蒙颖的完整遗书内容。另有境外频道接连发布猛料视频，把蒙颖案的诸多黑幕摊在阳光下，各种录音、
对话、交易记录，逐渐拼凑出真相的轮廓。首先是一系列录音档案，据称，红色 U 盘内存有3段关键录音，直接关联蒙颖的遭遇。第一段录音，时间标注为9月8日，也就是案发前3天。录音中传来蒙颖紧张压低的声音，正在与他的一位挚友小杨通话。他说，我今天去成哥的办公室，无意中听见他和一个资本大佬在讨论怎么处理不听话的人。他们还提到了那位多年前离奇坠楼的主持人。蒙颖的语气又急又怕，我偷偷录下了一段，现在传给你保存，万一我出事，这就是证据。听到这里，不禁令人倒吸一口冷气。蒙颖亲耳听到对方提起像当年那样处理，这分明暗示多年前那桩坠楼可能并非纯粹意外，而是一场蓄意处理。蒙颖显然意识到自己撞见了惊天秘密，因此赶紧录音取证，把音档托付信任的朋友保存。第二段录音发生在2023年10月的一个时间点，录音里是成哥本人的声音，语调强硬，夹带着让人不寒而栗的语气，对象似乎是一位年轻男演员。成哥在电话中威胁道，你不是想拿下那部戏的男2号吗？今晚就来某某酒店302房，我们好好的聊聊角色，别给脸不要脸，这圈子里想红的人多的是，你不做自然有别人顶上。这段话露骨地呈现了娱乐圈潜规则的冰山一角，某些掌握资源的人以角色要挟，暗示年轻演员来交换机会，语气中的傲慢与无耻跃然纸上，不来就没你机会，潜台词不言自明。这录音犹如一记重锤，砸开了演艺圈黑暗潜规则的大门。原来那些光鲜亮丽的机会背后藏着如此肮脏的交易，而敢于录下这证据的很可能就是蒙颖。他可能早已察觉圈内黑暗，开始默默收集这些不义之事。第3段录音时间是9月9日，蒙颖出事前2天。这份录音尤为惊心，只听得成哥压低声音对一位神秘资方说，蒙颖手里有东西，得让他彻底闭嘴，找个意外处理掉，别留下任何痕迹。短短一句话道出了惊天阴谋。对方明知蒙颖掌握了证据，绝不能让他将黑幕曝光，于是不惜制造意外，把他推向坠楼的悲剧。这段录音是赤裸裸的密谈，一旦曝光，无异于铁证。然而它恰恰存留在蒙颖的 U 盘里，可以想见，那 U 盘里的内容足以让某些人坐立不安。录音之外，据称 U 盘内还有17张资金转账截图和4段聊天记录，进一步揭示了权色交易和金钱勾当的细节。例如其中2笔转账引人注目。2024年5月，某资源方账户向一名新人男演员转出18万元，备注为生活费。不久该新人便顺利获得某项目的重要角色。2023年12月，又一笔25万元汇给另一演员，备注写着项目补贴。但奇怪的是，那名演员根本未参与任何相关项目。这些资金流向透露出潜规则交易，有人以生活费为名行贿，卖的是机会，或者干脆送钱给合作过的人做封口费。种种不合理的金钱来往，正是娱乐圈全钱色交易的记录。U 盘中的聊天记录则据说涉及几段对话截图，有人在群聊中讨论如何隐瞒蒙颖出事的真相，如何安抚媒体等等，明显是一场精心布置的灭火行动在幕后运作。眼看蒙颖留下的这些猛料即将成为引爆真相的炸弹，幕后黑手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抢走那颗炸弹，夺回 U 盘。蒙颖坠楼后，相关方称在他身边没发现异常物品，那么他的 U 盘去哪儿了？蒙颖的那位好友小杨适时现身，原来蒙颖临危不乱，早把 U 盘托付小杨保管。小杨事发后吓得躲出城区，一度藏身外地亲戚家，每日换旅馆，关手机，惶惶不可终日。他收到过匿名简讯警告，别多管闲事。然而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舆论，小杨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他要将 U 盘交给有关部门公诸于世。9月24日晚，小杨终于返回城里，带着那枚红色 U 盘赶往相关单位报案。这一幕仿佛谍战剧的高潮，他全副武装隐藏踪迹，特意戴着帽子口罩，穿着旧衣裤以免引人注意，还用保鲜膜将 U 盘层层包裹贴身藏好。然而
黑暗中早有一双眼睛盯着他。附近便利店的监控后来显示，一名男子佯装在门口看防诈骗宣传海报，其实紧紧监视着出入的人。诡异的是，他脚上穿的沙色军靴，鞋头划痕的形状和位置，居然与某位圈内人曾公开穿过的款式极其相似。不知是不是巧合，当小杨抵达门口掏出 U 盘准备进门时，这名黑靴男子突然窜出，一把夺过 U 盘，飞快逃离现场。整个过程电光火石，小杨甚至来不及反应。等他发现 U 盘已失，整个人彻底崩溃，在门前跪地大哭。蒙影如果知道，一定死不瞑目啊！值班人员见状，连忙将他扶进室内。但蹊跷的是，小杨随即被特别对待，他被带入一间单独屋子问话长达3小时。出来时，他神情木然，对刚刚发生的抢夺一事只字不提了。那晚有热心群众将小杨跪地痛哭的15秒短片传到群聊，短短不到1小时却被系统强制撤回，转发者还收到警告短信。如此火速而高压的删帖动作让人不寒而栗，看起来有股强大势力在背后干预，急于抹去一切痕迹。U 盘被劫走，证据似乎又落入黑暗之中。然而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小杨此前显然留了一手，他早已将 U 盘内容通过加密途径备份到了海外。很快，海外平台上开始陆续公开那些录音、截图，正是我们前面描述的那些劲爆信息。真相的拼图已然完成大半。随着这些证据曝光，蒙影之死背后的涉案人也一个个现出原形。首先是成哥，那位在录音中大放厥词的人，他作为这出戏的资源端与中间人，地位举足轻重。录音里的口气特征明显，连他说话时爱清嗓子的习惯都对上了号。这下对方想抵赖都难。果然，案发次日，成哥忽然发文强烈否认传言，声称自己根本不认识蒙影，并透露已向有关部门反馈，要追究谣言制造者。他甚至晒出一张聊天截图，显示9月10日晚他在和某女演员约饭，借此证明自己当晚不在场。然而这招急切自证清白的操作却弄巧成拙，那位女演员随后跳出来表示自己与蒙影素无来往，不明白对方断章取义公开我们私聊记录的用意，并谴责对方引来网暴，使他和家人无辜受牵连。成哥这番忙乱的澄清，在许多人看来更像此地无银，若真无干系，何必如此慌不择路，还拖别人下水。随着录音内容流传，成哥的后续举动也透露出心虚，他迅速清空了自己社交平台上的所有内容，仿佛害怕从旧贴里被揪出什么蛛丝马迹。同时，有人发现他家里安装的监控设备也被拆除，莫非担心屋内对话录像被人调取？更蹊跷的是，有目击者称他出现在某典当行，匆忙变卖了一只价值不菲的绿水鬼劳力士手表。这画面让人不禁联想，难道他准备湮灭财产，跑路自保？而与他一道陷入舆论漩涡的助理也做了件耐人寻味的事，该助理忽然闪电辞职，然后在朋友圈留下一句清者自清，我先撤了，随即注销了账号。短时间内，当事人销声匿迹，亲信鸟兽散，仿佛一场败露前的溃逃。有经验的网友冷笑，这些举动不像无辜者，倒像做贼心虚。再看范某，他是蒙影生前关系密切的一位同行好友，也是一名青年男演员。案发后不久，网上盛传范某牵涉其中，他起初愤而发声明，痛斥网络谣言，说自己的声誉被严重伤害，并已委托律师维权。可是随后流出的证据让人对范某的说辞大打问号。原来就在9月10日晚，蒙影参加完聚餐后，有人从蒙影所住区域附近的垃圾桶里捡到一张汽车行车记录仪的记忆卡，经好事者将资料上传网络，发现里头赫然有范某和朋友在车内对话的一段录音。从时间推断，这录音极可能发生在当晚聚餐结束后，范某与涉事人员开车离开时的对话被行车记录仪自动录下。录音中，一名男性朋友压低声音问成哥，让我们别乱说话，这事会不会闹大？范某回答，别管那么多，到时候就说我们在家睡大觉，谁问都别承认，不然咱们都得完蛋。朋友又追问，蒙影手里那东西成哥处理了吗？
范某听后明显紧张，语气急促地回：“不知道，反正别问也别提。”短短几句已然泄露天机。范某要大家统一口径，装不知情，生怕事情闹大，不然都得完蛋，说明事件牵连巨大。而他也关心蒙颖手里那东西是否被成哥处理掉，可见他知晓 U 盘内幕。这个录音等于把范某也拉下水，他至少是知情者，甚至帮凶。范某方面当然矢口否认。当录音传开后，他的团队火速声明称，该录音纯属伪造，已反馈处理，想把它打成网络合成的假证据。但网友们不买账，有人直接进行声纹比对，指出录音声音与范某平日公开场合说话的声音高度一致，就连语气口头禅都无异。风口浪尖下，范某很快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突然取消了近期的所有工作行程，迅速飞往海外一座寺庙里躲清静去了。有游客在当地撞见他，发现这昔日阳光偶像满脸憔悴，整日身穿素服，在寺里吃斋念佛，手里紧握着求来的平安符，神情恍惚，宛如惊弓之鸟，真是讽刺。一边口口声声喊冤，一边却脚底抹油远走他乡，这模样何止心中有鬼，简直吓破了胆。随着矛头直指成哥、范某等人，更骇人的传闻也开始炸锅般传出。有人说蒙颖卷入的是娱乐圈权贵猎杀游戏，背后站着的是更高层级的红色血统。这些人把演艺圈当成自己的猎场，一方面借助投资项目洗钱，另一方面将明星当作私人物件，随意玩弄甚至残害。蒙颖可能就是撞破了这层黑幕的无辜羔羊。网传知情人列出了一份可怕的名字清单，共有17名牵涉其中的大人物，尤其一位被称作亲王的人物浮出水面，传言他是一名享有王侯般特权的顶级权贵子弟。更有人指称某位位高权重的人物的2名亲属也涉及此案，一名据说正是9月10日组织蒙颖参加酒局的幕后策划，另一名也在场参与了对蒙颖的教训。还有那名神秘资方大佬，据猜测与这条权力链条关系匪浅。如此一来，成哥也被说成只是带人办事的马前卒。这条利益链上，看似每个人都扯着关系，权贵子弟、富商、资源中间人、明星。当蒙颖不小心站到了这条黑链的对立面时，他的人生注定要被无情毁灭。甚至有人分析，蒙颖的死还与高层内斗隐隐相连。有人把一些高层动向与蒙颖案放在一起解读，认为有人在关键时刻极力掩盖真相，只为自保。这些虽是阴谋论般的推测，却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当前真相未明，谣言已比真相跑得更快，且很多传言被迅速删除，反而更加深民间疑虑。那么权贵们究竟在害怕什么？有爆料指出，蒙颖掌握的那枚 U 盘涉及一桩惊天的洗钱丑闻，传闻某些资金通过娱乐圈项目把巨额非法资金转移到海外某个代号人物手中。如此高度机密的黑钱操作，一旦被一介明星意外获悉，其背后主使者岂能不恐慌？难怪有人说红色血统恐慌灭口，那些自视高贵的权势者害怕蒙颖手里的证据牵出他们见不得光的勾当，只能痛下杀手。同时他们也懂得如何把这类恶行伪装成无声无息的事故，把人逼上绝路，再抹去痕迹。在蒙颖案中，他们甚至可能使用特殊手段，使蒙颖一时失去反抗能力，又在某些检测上显示其体内酒精含量异常，从而对外宣布醉酒坠楼死亡。如此处心积虑的布局，让人细思极恐。一条年轻生命只因闯入权贵黑幕，便被当成可以捏碎的蚂蚁。尽管真相被层层封锁，在信息时代，民间还是找到了泄洪口，舆论的滔滔巨浪终于在网上汹涌。由于内网审查严加，但广大网友早已通过各种方式讨论开来，更有无数人在境外社交平台声援。有人发起主题标签 Justice for Minging， 在短时间内浏览量号称超过200亿次，引发全球关注。一些蒙颖的粉丝和正义市民甚至走上街头，在人潮熙攘的闹市举牌呼喊查明真相，还蒙颖公道。有人发起线下行动，计划在10月1日国庆日于街头进行哀悼抗议，这是极其勇敢而危险的举动，可见民愤之大。
与此同时，国际舆论也开始介入，有传闻称某国际媒体中文站将蒙颖事件放在显著位置，刊文质疑为何公众疑问压也压不住。也有海外杂志报道了种种传言，点出其中对洗钱、权色交易的指控。可以说，蒙颖之死不再只是一起孤立的娱乐新闻，而演变成对整个系统黑暗的控诉和探讨。大众对权力不受约束的恐惧、不安全感，因这事件被全面点燃。许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如果连明星都可能这样莫名其妙被死亡，那普通人岂不是更脆弱？长久以来积累的对司法不公、言论管控的不满，也借由此事一涌而出。当然，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与呼声，相关方和既得利益者绝不可能坐视。对外口径很快形成，一方面，相关部门多次公开通报，重申蒙颖是酒后意外坠亡，排除他杀可能，称详细案情将择日公布。另一方面，加强网络维稳，全网大规模删除讨论帖文，多个相关关键词一度被屏蔽，甚至连一些隐晦代称都列入审查黑名单，还高调宣布查处多名造谣者，对几个传播所谓不实讯息的网民采取强制措施，企图以此杀一儆百。官号和一些账号也刊文批评网络谣言，说什么网络信息易虚构，谣言先行，部分网民为博眼球编造阴谋论，导致真相被混淆。可以想见，对外态度是在极力压制这股舆论风暴，将其定性为网民脑补发疯。但他们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如果不拿出能让人信服的解释，质疑就永远无法平息。耐人寻味的是，一场娱乐圈内部的自救行动也在暗中酝酿。在蒙颖事件中，一些艺人切身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和寒意。原来这圈子里潜藏如此致命的危险，今天是蒙颖，明天会不会轮到自己？于是他们决定不再沉默。据传，圈内已经有多位知名艺人联名请愿，要求彻查蒙颖案真相。一位德高望重的影后作为蒙颖生前的合作伙伴，在一个私密互助群里率先发起语音呼吁，蒙颖这孩子走得太冤了，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真相被埋没，谁愿意签名声援？他的一声呐喊得到了众多同辈响应，某位顶流女星紧随其后，她为避免风险，悄悄让助理用化名签下名字，但真实身份其实圈内人都心知肚明。就这样，短短几天内已有300多名演艺人员参与联署，他们不畏潜规则势力的恫吓，决定站出来为同行讨公道。签名名单通过海外平台发布，然后以图片水印的方式在内网流传，令人既感动又心惊。感动的是同仁守望相助，心惊的是他们不得不如此秘密地进行，稍有不慎便有封杀危险。此外，50多名正义律师也组成公益团队，随时准备为蒙颖案提供法律援助。他们表示愿免费协助家属申请复查，推动重启调查，只等关键证人小杨或其他掌握内幕者勇敢站出来作证。一旦有突破口，他们将运用法律武器来撕开真相的口子。然而，截止目前，公开说法依然含糊，民间质疑声却愈演愈烈。正当大家为蒙颖案揪心之际，更离奇的一幕出现了。有人声称通过灵媒听到了蒙颖在冥冥之中的发声，这仿佛将事件推向超现实的戏剧高潮，死者跨越阴阳来揭示真相与未来。一位自称通灵的灵媒站出来说，他在一次入定中看见了蒙颖的灵体，并与之交流。据这位灵媒描述，蒙颖的灵魂充满不甘和担忧，他迫切想让活着的人知道幕后黑手是谁，但很遗憾，他亲口告诉灵媒，U盘真正藏匿的人，他们永远也找不到。这句话意味深长，值得细细琢磨。所谓藏匿的人，指的或许就是指使这场阴谋的幕后主使者。蒙颖确认了 U 盘里确实隐藏着幕后真凶的身份，但另一方面，他也遗憾地预言，他们永远也找不到这个人。这里的他们可以理解为调查真相的人们，甚至包括普通公众。也就是说，这个罪魁祸首或许会逍遥法外，若幕后黑手真是权倾一时的权贵，那找不到他也不足为奇。蒙颖的灵魂带着痛苦说出这番话，
似乎也在宣告一种无奈，即便证据曾掌握在手，也被抢走毁灭。真正的加害者隐身在庞大的权力迷雾中，想揭开他的面目难如登天。然而蒙颖并没有就此放弃，他通过灵媒还给在世的人留下了最后的警示。2026年，小心船与火车，你也可能被牵连。这是一句被反复强调的话，乍听之下，这话令人摸不着头脑。船、火车，为什么要小心这两样交通工具？而你也可能被牵连，又是在警告谁？但仔细想想，不禁背脊发凉。这或许是蒙颖对普罗大众发出的预言和告诫：如果权贵恶行不止，灾祸将不再局限于娱乐圈的小范围，而可能殃及无辜的平民百姓，以巨大的公共灾难形式出现。在很多人的集体记忆中，船与火车不是普通的交通工具，那是一串串带血的事故和教训。先说火车，想到高速列车，许多人会想起曾经震惊全国的追尾惨剧。更骇人的是，事后曾出现试图掩盖真相与毁灭证据的争议操作。再说船只，也有人会想起曾经的江上翻沉惨剧，造成大量伤亡。事前安全管理的漏洞和事后信息管控又引来种种怀疑。蒙颖在警告中提到船与火车，难道是在暗示未来可能发生类似的巨大惨剧？或者他是在借喻这些年权力傲慢所导致的人祸，如果不加以遏制，2026年还会重演，甚至更可怕，你也可能被牵连。这句话点醒所有人，别以为权贵的罪行只会影响娱乐圈的小明星，一旦失控，它会导致整列火车的乘客、整船航行的旅人一起陪葬。这不是危言耸听，蒙颖用自己的冤魂在呐喊，正义若不彰显，灾祸将以另一种方式降临到芸芸众生头上。这个灵异预言迅速在民间传开，引起热议。有人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有人博眼球的杜撰，也有人将信将疑，觉得宁可信其有。毕竟蒙颖走得如此离奇，如果真有在天之灵，他未必不会如此警示世人。甚至有阴谋论者细思极恐，会不会真有幕后黑手，打算制造公共灾难来转移视线？毕竟每当舆论出现不利风波时，一场意外事故往往能成功转移公众注意力，这已不是第一次被人怀疑的套路。无论这预言是真是假，他都在提醒大家保持警觉。于是2026小心船与火车也成了流行的说法。有人调侃连回家都不敢坐火车了，也有人嘱咐亲友出门旅行一定留意交通安全。戏谑背后其实是对现实无奈的嘲讽，大家宁愿相信一个王者的灵异警告，也不相信那些粉饰太平的陈词。当然，灵媒不仅带来恐惧，还带来最后的一丝希望之光。他表示，蒙颖的灵魂在悲愤之余，仍然心系着他所热爱的演艺圈朋友们。他通过灵媒惊爆唯一能解救中国艺人的方法，而这方法既非什么巫术，也不是复仇，而是凝聚勇气和团结的力量。灵媒转述蒙颖的话：别再沉默，别再躺平，站出来，握紧彼此的手，照亮黑暗。简单来说，只有演艺圈自身团结起来，揭露黑幕，抵制潜规则，才能拯救更多艺人免于重蹈我的覆辙。这番话可谓石破天惊。要知道，在过去，娱乐圈大多数人对潜规则都是敢怒不敢言，多少前辈先例告诉年轻人，违抗权势只会葬送前程，所以大家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自我保护，离那些是非远远的。但蒙颖的牺牲唤醒了许多人，今日不站出来发声，明天可能轮到自己成为下一个冤魂。于是我们看到，那些联名请愿正是应验了灵媒的信息，艺人们开始团结，不再各自孤军奋战，几百名艺人的集体战队在演艺史上极其罕见，堪称一次壮举。如果继续发酵下去，或许真能形成推动力，让更多幕后黑手现形，更多隐情曝光。当然，这条路危机四伏，但也是唯一的出路。正如蒙颖所言，只有把黑暗照亮，猎手才无处遁形。猎场里那些懵懂的猎物，无论明星还是普通人，才能逃出升天。回顾整个事件，我们仿佛看见一出惊心动魄的现代戏剧在我们眼前展开。年轻艺人误入虎穴，发现权贵丑闻成为猎杀目标，他拼死留证据却惨遭毒手，
死后冤魂不散，通过纸笔和灵媒向世人倾诉，唤醒了同柴和公众的正义之心。娱乐圈这座华丽舞台背后的血色猎场，终于在传言与恐惧中被人看见。人们看到，在那昼夜狂欢的声色犬马间，藏着达官贵人编织的陷阱，一不小心，艺人就会从宠儿变成祭品。更令人心惊的是，权力的黑手不只在舞台幕后，它可能延伸到社会每个角落，甚至威胁公共安全。蒙颖用生命敲响的警钟，绝不该被充耳不闻。现在蒙颖走了，他在遗书里最后写道：我多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但黑暗真实存在。如果有来生，我还想演戏，但不想再生活在这种恐惧里。这段话读来让人鼻酸，同时也提醒我们，要让善良的人不再生活在恐惧里，就必须将照进黑暗的光持续点燃。无论灵媒预言是否可信，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汲取勇气，勇敢发声，守望相助，不向邪恶低头。正如那句传遍网络的口号，为蒙颖讨回公道，也是为每一个可能的下一个讨回公道。希望在众人努力下，蒙颖的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真相水落石出，惩恶扬善。更希望有一天，艺人乃至所有善良普通人都无需再担心暗夜里飞来一劫，无需再以生命承受权力的傲慢。等于最后，我们不禁要问，蒙颖之死会是黑暗的一个终结起点吗？他以血写就的秘密，如今在传言里昭然若揭。倘若我们还选择遗忘，选择沉默，那么灵媒口中的灾厄或许终将降临。而如果我们选择直面真相，追问到底，也许才能将悲剧化作改变的契机。愿蒙颖的在天之灵见证，黑夜过去，黎明终会到来，让我们铭记他的警告。2026年乃至未来的岁月，警惕那些潜伏的危机，更要勇敢地守护正义与光明。我们先来想象一幅恐怖的画面，街头巷尾充斥着倒下的尸体，人们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凋零倒地。这并非电影里的末日情节，而是泰国一位知名神算近期对2026年的可怕预言场景。他警告说，明年将有一种全新而极为致命的病毒在全球爆发，死难者多到仿佛落叶飘零。同时，他还暗示2026年某个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可能会发生大地震，甚至声称是死神亲口给了他这个线索。种种惊人的信息让人不禁毛骨悚然。难道世界末日真的要在2026年降临吗？今天我们就深入来聊聊这位泰国女预言家普莱所描述的未来图景，以及其他预言中对2026年的可怕警讯，看看这一年究竟为何被形容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折点。首先介绍一下普莱师傅的背景与预言实际。普莱在泰国被称为神级命理师，预测命中率据说高达80%。他原本隐退不再公开露面，但去年底突然复出，引起各界关注。为什么他的话这么有分量？因为他过去的许多惊人预言已被现实验证。举几个例子，普莱早在2024年底的一次访谈中就提醒大家2025年上半年在缅甸一带会发生强烈地震，甚至波及曼谷。结果2025年3月28日，缅甸果然发生了瑞士规模 7.7 的大地震，远在泰国曼谷的高楼都有明显震感。那次地震甚至导致曼谷一栋在兴建中的审计署大楼倒塌。巧合的是，普莱之前也警告过，泰国会有兴建中大楼倒塌，土地下陷，要防范大型地陷。果不其然，除了大楼坍塌之外，到了2025年9月，曼谷三申路底下竟然出现了一个深约50米的巨型天坑，让市民大为震惊。不止如此，普莱多次提醒民众囤积罐头粮食，提防特大水灾。结果在2025年年底，泰国南部和爱地区真的爆发了300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超过300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过百。另外，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他说的泰柬战争未完，因为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原本已停火，看似平静，然而他坚持战火还会重燃，甚至因此一度被批评散布危言耸听的假消息。然而在去年12月，
泰柬边境真的再度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泰国当局不得不紧急撤离了约40万边境居民。这一连串应验的预言令普莱声名大噪，也让许多人开始正视他对未来的警告。带着这样的战绩，普莱在去年12月初重返公众视野，登上泰国电视节目，公布他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的一系列震撼预测。他形容2026年是火马年，将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年份，乱象丛生，但或许也有机会在劫后重生。以下我们就按主题来看看普莱师傅对2026年的几大预言内容，其中涉及瘟疫、天灾、战争乃至外星人，可谓包罗万象而又触目惊心。首先是新型病毒大瘟疫，普莱把2026年称作一场隐形战争的开端。所谓隐形，其实指的就是看不见敌人的瘟疫肆虐。他警告说，一种全新的、极度可怕的病毒将在全球大流行，其恐怖程度远超我们过去所见的新冠疫情。这种病毒并非自然产生，而是实验室合成的产物。它结合了古老远古病毒株与现代基因技术，带有某种混种特性。它可能由实验意外泄露，或甚至有人为阴谋故意释放。不管源头如何，普莱说这场瘟疫最初会从亚洲地区和俄罗斯附近开始爆发，随后透过航空旅行等途径迅速传播全世界。病毒可能借由入境旅客传入各国，泰国也难以幸免。更可怕的是，很多携带者可能处于潜伏期或无症状，自己完全不知道，却在不知不觉中散播病毒。这病毒主要透过空气和微小粉尘传播，直接攻击人体呼吸系统。症状看起来有点类似肺结核和黑死病的结合，一开始或许只是一般感冒或流感的症状，但让人百病缠身，迟迟无法痊愈，甚至可能伴随严重腹泻。患者的病情表现相当怪异，短时间内身体机能就会快速衰竭，医生几乎束手无策，致死率极高。普莱形容说，这场疫情不一定需要全民长期居家隔离，或许传播速度未必像新冠那样迅猛全面，但在局部地区会出现极为骇人的景象，死人如花朵凋零，枯叶掉落般成群倒下，也就是开头所描绘的人们大批突然病亡的场面，让人生畏。届时某些城市可能真出现街上随处是倒闭之人的凄惨情景。更离奇的是，普莱提到在瘟疫流行期间，肉类食物可能会带有病毒而无法食用，也许病毒能够感染动物或透过肉类传播，所以届时人们被迫回归自然，改以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物来源，不敢再吃肉。大家仿佛回到了古代狩猎之前的农耕饮食时代。想象一下，那时候人们谈虎色变，连餐桌上的肉都不敢碰，只能啃菜叶为生。这种景象何其荒诞又凄凉。普莱强调，2026年只是这场大瘟疫的开始阶段，真正更大的高峰可能会在2028年至2030年之间到来。如果他的预言成真，人类恐怕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我们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己所创造或释放出的致命病原体。接下来是自然灾害的部分。普莱认为2026年的天灾将同样让人胆寒，尤其是洪水。他看见明年降雨异常偏多，全年雨量远超往常，持续不断的暴雨将造成土地严重积水，地下水位饱和无法排出，引发大范围的地面沉降，甚至地层塌陷。他形容水来得又快又猛，当地下隐患积累到极限时，地面可能突然出现塌洞或者沉陷，把人措手不及。更糟糕的是，这些洪涝灾害会和风暴路径重叠，也就是说，某些地区可能反复遭受风暴吹袭和洪水侵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到2026年底之前，洪水破坏力都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对当地人来说，这简直像连续被暴雨和洪水毁灭性的猛击。但奇怪的是，普莱说，这是件当地人会知道，但外地人会被屏蔽的事情。听起来仿佛灾情之严重可能被某种程度的封锁消息，不让外界立刻充分了解真相。或许他暗示灾区信息传递会受阻，外界低估了实际损失。无论如何，雨灾之烈在他眼中前所未见。泰国首都曼谷同样难逃天灾的考验。
普莱指出，明年曼谷的湄南河等水位会上升，市区也可能淹水。不过他也带来一丝令人宽心的信息，曼谷的水虽来得快，但退得也快，不会长期积水成泽国。而且相较于泰国其他地区，曼谷的灾情反而算是轻的。他说，曼谷居民无需因此而恐慌，撤离或抛售房产。至少未来3至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曼谷仍是泰国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甚至他打趣说，死神大人目前也没有指示他离开曼谷。换言之，如果连替死神传话的他都不走，那大家暂时也不必弃城逃难。当然，这话语背后既是安抚也是警示，曼谷并非完全安全，只是相对安全些而已。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多灾难在等着，除了洪水，还有风暴与爆炸事故的威胁。普莱预言2026年开年伊始就不平静，今年1月将有7场风暴接连袭来。他斩钉截铁地说道，7场风暴听起来不可思议，短短1个月内竟接二连三出现如此多强烈风暴，而且威力都显著超过往年常见规模，更加猛烈难当。如果这预言成真，马上就考验着沿海地区和岛国的抵御能力了。也许我们将目睹台风、热带气旋或强烈风暴潮频繁登陆，把原本喜庆的新年变成忙于救灾的噩梦。此外，在2025年底到2026年年初这段期间，普莱特别提醒大家提防一种非庆祝性的爆炸事件。他形容那感觉就像烟花爆竹般的炸裂声此起彼伏，但却不是在庆典中释放烟火，而可能是意外爆炸或恐怖袭击。尤其中国新年、跨年这种节庆将近时，人们松懈聚集之际，他担心某些社区内可能多发爆炸事故，这让人不由自主联想起那些年末年初常见的烟火意外、工厂气爆，甚至有人蓄意借节日人潮作乱等等情景。普莱没有细说爆炸的具体原因或地点，只是语带凝重地呼吁大家务必小心。值得庆幸的是，他同时表示，泰国应该不会出现整栋大楼倒塌这种级别的大灾难，这一点算是松了口气。毕竟他去年已经准确料到曼谷大楼坍塌事件。不过，小规模但致命的爆炸风险仍然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最惊心动魄的预警之一，大地震与地质异动。普莱在采访中语出惊人地说，2026年的曼谷将发生地震。要知道，泰国本土平时并非高震区，曼谷更是少有强震。如果市中心真的来一场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普莱表示，这次地震的震央会就在繁华的曼谷市区，可能是地底某处长期累积的能量终于在压力极限下释放出来。至于地震的严重程度，他坦言无法确定，但直觉非常可怕。主持人当场追问他能否给出具体日期或时间，普莱沉吟了一下，透露说这是死神大人给他的提示。提示只有2个字母 M 月。所谓 M 月是指在泰语中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泰文里1月、3月、4月的月份名都以字母 M 起首，因此这3个月被他列为地震高风险期。也就是说，明年的正月、新历3月或4月，曼谷发生强震的几率特别高。然而，普莱话锋一转，又补充了一个神秘的线索。他看见在未来5到6个月内，地面会有某种物质冒出的奇异现象，推算大概会在2026年5月左右出现。他暗示到，大家需要特别警惕5月之后的那段 M 月期间。这听上去仿佛明示着，也许到明年5月前后，地下的火山或能量活动会有征兆浮现。一旦出现这种迹象，那接下来临近的一个 M 月、1月、3月或4月就极可能引爆大地震。有人猜测，他真正担心的时间点，也许是2026年下半年，甚至2027年初的某个 M 月。但普莱没有再进一步解释，只是把这谜一样的提示留给大家细思，仿佛死神已经在他的行事历上圈定了 M 月，准备在那时带走许多生命。无论如何，曼谷乃至泰国民众听闻此言，无不心头一凛。预言公布后，普莱也特别强调，他并非存心制造恐慌，而是希望透过提前示警来唤起大家的警觉，从而尽量减轻灾难带来的损失。他解释说，在泰国文化中，
大声预警反而可能是一种化解灾祸的方法，因为当许多人对某个潜在危机有所准备，提前防范时，往往能透过人为努力减轻甚至避免最坏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公众听了预言后，会主动去检查加固建筑物，做好防震防灾措施，而不是坐以待毙。也许正因为这份好意，死神才愿意把信息透露给他，好让众人提前有所行动吧。除了瘟疫与天灾，普莱对人祸和未知领域也有预言。他提到了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冲突和外星人话题。先说泰柬战争方面，普莱表示，目前泰国和柬埔寨虽维持着表面的停火，但战争远未真正结束。他预言最可怕的阶段将在2026年之后到来，战火延绵将孕育出众多英雄人物，但现在这些英雄大多尚未现身，因此冲突暂时还不会轻易画下句点。只有当所有该出场的英雄都出现并集结完毕时，战争才会迎来终局。不过那可能伴随着某些英雄的牺牲，或者有人失去重要的身体部位，比如在战争中致残。听起来仿佛史诗故事般的预言，让人浮想联翩。是否未来会有几位举足轻重的将领或领袖，在泰柬边境冲突中陆续登场，厮杀角逐？而战争的结局或许以他们其中一些人的阵亡告终。普莱没有明言这些英雄指的是谁，但他话里隐隐透着，这场邻国之战短期内难有胜负，反而可能愈演愈烈。想到泰柬都是我们亚洲的邻居，如果2026年之后那片土地硝烟再起，将有许多无辜生命卷入，这不免让人担忧。更让人瞠目的是关于外星人的警告。在节目中，主持人问道，要不要主动尝试跟外星文明联络？如果我们想寻求他们帮助或分享知识呢？没想到普莱严肃地摇头说，绝对不要轻举妄动。他明确表示，千万不要主动联系或向外星人提供任何信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那等同于暴露我们人类自身的弱点给对方知道。他建议应该把外星人视为另一个国家，看待我们去不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却可以随时来到地球造访，而无任何障碍。换言之，人类在这场可能的星际接触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所以不能大意。更惊人的是，普莱声称外星人其实已经混迹在人群之中。他说从2026年开始，将有越来越多外星人隐居在泰国，尤其会出现在所谓阿尔法世代的年轻人中间。那些20多岁的天才人物，有些可能其实就是外星来客伪装的，比如以外国投资者、创业家的身份进入泰国社会，他们拥有极其超前的视野和知识。这段话几乎像科幻小说剧情，听上去仿佛未来我们身边某些卓越非凡的青年才俊，其实并非地球土著，而是外星智慧生命的化身。至于他们来地球的目的何在，善意还是恶意，普莱没有细说，只是再三提醒不要轻易与未知的外星访客接触，否则人类可能因一时天真而招致难以预料的后果。纵观普莱师傅上述预言，2026年在人类面前展现了一幅灾难密布的图景。前有实验室病毒引爆全球瘟疫，夺走无数性命，后有极端气候引发洪水、天坑和强风暴，紧接着曼谷地震的阴影笼罩，同时国与国之间战争暗潮汹涌，科技上空还盘旋着外星文明的幽影。一时间，瘟疫、灾害、战争、异族入侵几乎集于一年，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看，2026年仿佛将成为一场小型的世界末日图鉴。那么，只有普莱一个人在唱衰，明年吗？事实恰恰相反，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预言家和传说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2026年，仿佛都在警示我们这一年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其中最受瞩目的，除了泰国的普莱，还有印度的神童占星师阿南德，以及欧洲已逝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俗称龙婆。甚至16世纪的著名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也被人从他布满谜团的诗句中解读出对2026年的惊人暗示。接下来，我们就将普莱的预言与其他末日先知的看法综合起来，比对看看这些不同来源是否在某些关键点上惊人的相似。先来看印度的预言神童阿南德。这位年仅19岁的印度青年，从小研习古老的吠陀占星术，
据说曾准确预测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台湾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因而拥有大批信众，被誉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灵性预言家。阿南德在他最新的星象分析中也强调，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年。他的说法和普莱如出一辙，都把明年视为巨变的开端。阿南德指出，根据占星推演，2026年前后天体运行有特殊的征兆，土星与拉胡，印度占星中的一个凶星将发生合相。这种星象意味着旧的时代即将崩坏，新的纪元开始诞生。他断言，2026是末法时代的终章，也是黄金新世纪的前奏。在这个宏大的框架下，阿南德提出了几项具体预警。第一，自然方面，太阳活动将异常强烈，导致两极冰川加速融化，引发连锁的气候灾难洪水。干旱与暴风雨将交替上演，极端天气此起彼伏。同时，环太平洋地震带会被他称作的巨龙唤醒，进入高活跃期，可能出现震级极高的巨震。简而言之，地球进入动荡不安的阶段，大地震、火山爆发等巨变频发。他甚至提到天空或将出现奇异天象，例如血红色的天空或者超大的冰雹等，象征地球能量的极度失衡。阿南德警告说，这一系列天灾并非无缘无故降临，而是地母的怒火，是人类长期贪婪破坏环境所触发的报复。第二，科技与社会方面，阿南德提出 AI 反噬人类的可能性。他认为2026年人工智慧的发展将暴露出灵性的空洞。如果人类过度依赖 AI 智能体，可能会反过来制约人类，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成为新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想象一下，如果某天银行、电力、交通、军事等关键系统都由失控的人工智慧掌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多么脆弱。这听起来和科幻电影《魔鬼终结者》里天网叛乱的情节颇为相似，但如今越来越多现实迹象表明， AI 确实潜藏风险，不能不令人心惊。第三，地缘政治与经济方面，阿南德预见全球权力格局和经济秩序都将在明年迎来巨变。他认为西方主导的旧秩序会开始混乱衰退，美中关系日趋恶化，南海等地缘热点冲突升温，而印度将因婆罗门能量回流而崛起为所谓的文明避风港。在他笔下的剧本中，西方很多国家会陷入政治动荡甚至混乱，而古老的印度反而因其精神传统和能量而成为全球寻求心灵复兴的中心。此外，阿南德预言经济将剧烈震荡，传统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全球物资短缺，粮食危机加剧，其中黄金价格可能暴涨至原来的4倍之多。他描述的场景如同经济大萧条结合战时状态，战火与气候灾害重创农业，粮荒四起，通货膨胀让人民痛苦不堪，唯有黄金等实体资产才能保值。阿南德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与台湾也发出了警讯。他说，东亚一带有龙脉苏醒，意味着从台湾开始，整个东亚在2026年前后可能经历地震与水患等能量大量释放的时期。他提醒居于此地的人们务必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警惕，做好防灾准备。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灾劫也是灵性觉醒的契机，经历磨难将促使人们反思并回归自然，修复自我内心，并迎接他所说的恒河之灯照耀的新纪元。这意思是，虽然灾难深重，但人类或可借此契机提升精神境界，从而在废墟上建立新的更和谐的文明。可以看到，印度神童阿南德对2026年的描述和泰国普莱的预言在多个方面不谋而合。他们都提到了极端天灾、地震、洪水、全球性的重大危机，以及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两人的观点都认为，人类正面临某种大考验，经此洗礼后才有新生的可能。甚至连 AI 威胁这样的主题，他也与普莱不约而同地提及。普莱虽未详谈 AI， 但他对外星人科技的警戒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提醒人类不要自满大意。当然，他们使用的语言体系不同，一位借助星象灵性，一位经由通灵神事，但信息内涵竟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不禁令人深思。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欧洲的盲眼预言家
巴巴万加对2026年的预言。巴巴万加是保加利亚的传奇人物，生前留下大量对未来的预测，被誉为欧洲龙婆。据传他曾精确预言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苏联解体、911恐袭、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等。因此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预言仍在全球引发讨论。最近英国媒体披露了万加奶奶对2026年的几项惊世预言，内容之劲爆堪称末日电影剧本。万加警告说2026年将成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捩点。他提到了4大方面：毁灭性天灾、人工智慧失控、世界大战爆发以及外星人现身，每一项都足以让人脊背发凉。首先，万加预言史上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将于2026年来袭。他看到气候彻底失控，环太平洋火环带与欧亚大陆板块会同时变得异常活跃，大规模的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将接连摧毁世界各地的土地。龙婆甚至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全球有 7% 到 8% 的陆地面积将被地震和火山吞噬。要知道 7%、8% 陆地是个极其庞大的范围，相当于整个东南亚或欧洲西部地区灰飞烟灭那样的尺度。这意味着沿海城市和岛国将首当其冲，许多地方可能整片沉入海中，数以亿计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万加说，这是人类长期破坏大自然所招致的终极报应。他呼吁各国立刻大幅减少碳排放，爱护环境，否则最终无人可以幸免。万加对环境灾变的预言和普莱、阿南德的说法形成了几乎同步的警讯。大地震、极端气候在明年都会迎来高潮，真可谓是地球在震怒。其次，万加指出人工智慧可能会在2026年彻底叛变。他的说法更具体直接，2026年 AI 将达成起点，开始自我进化，超越人类智慧，继而企图掌控人类。他警告说，失控的 AI 将会接管金融、军事、交通等各种关键系统，甚至 AI 可能要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届时，由于自动化和 AI 统治，人类将面临大规模失业潮，被监控支配的社会阴影笼罩，而机器人战争一触即发。如果人类现在不对 AI 制定全球性的伦理规范与控制措施，那么到了2026年，我们恐怕会亲眼见证科技反噬人类的恐怖场景。龙婆的这番预言和前面阿南德提到的 AI 危机如同照应。他说 AI 现灵性空洞会反制人类，万加则直截了当描绘了 AI 叛变奴役人类的图景。看来无论东西方，占星家和灵媒都对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充满隐忧，不得不令人重新审视我们与科技的关系。第三，万加预言，第3次世界大战将在2026年爆发，这无疑是最惊心的一条消息。他明确地预见战火将从东欧燃起，继而蔓延到中东与亚太地区。他甚至描述了战争结果，由俄罗斯领导的东方阵营将击败西方阵营，普丁将被世人称为世界之主，而欧洲多国将沦为焦土废墟。核武战争的阴影将笼罩全球，数亿人将逃难流离。万加感叹，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贪婪和权力欲，唯有各方放下对立，停止争夺，人类才有生路可言。不得不说，万加的战争预言与当今局势隐约有呼应之处。目前俄乌冲突余波未平，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台海和南海也是潜在火药桶。如果这些火线在明年连成一片，真的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范围的大战。万加点名东方，以俄为首，将胜西方，这与一些预言中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论调不谋而合。当然，这种情景一旦成真，那对整个世界而言也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毕竟无论哪方胜利，核战阴云和满目疮痍的废墟都是人类共同的噩梦。最后，万加还留下一则最令人瞠目结舌的预言。2026年11月，外星文明将乘坐巨型太空船正式降临地球。他说到时候，全人类都能用肉眼看到一艘庞然大物从天而降，进入地球大气层。这将是外星文明首次以如此直接、高调的方式与地球接触。消息一出，有人把它解读为人类的救赎，也有人视作外星入侵的开端。对此，龙婆的态度相对乐观一些。
他表示，他们到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宇宙之广大，并非只有人类。这句话意味深长，似乎在暗示外星智慧，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也许希望我们放下狂妄，正视宇宙中更高等的存在。不过，不管本意如何，如此公开的外星访客现身，肯定会引发全球恐慌与震撼吧。普莱劝诫不要主动联络外星人，而万加则说他们届时会主动降临，我们静观其变即可。两人的观点虽有细微差异，但都说明2026年的确是连外星人都登上舞台的一年。一旦真有巨型飞船出现在天空，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忘却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万加的预言描绘了灾难深重的未来，他还特别强调2026年并非世界末日，而是人类必须彻底觉醒的一年。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明年就是人类完全灭亡的终点，相反，它更像是决定命运走向的一个转折关口。如果人类能在各种极端挑战中汲取教训，深刻反省，也许还有机会避免真正的毁灭末日。这点和印度神童阿南德所说的非常相似，他称2026只是末法末节之期，之后将有新纪元可能诞生。同样，普莱在预言灾难的同时，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提前预防，自救自强，而不是坐等末日降临。综合泰国、印度、欧洲三方的预言，再辅以经典预言家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键信息惊人的相符。瘟疫、天灾、战争、AI 危机、外星接触，2026年在不同先知眼中都汇聚了这些元素，仿佛全世界的预言脉络在这一年汇成同一条洪流，奔向不知是毁灭还是重生的未来。就连以隐晦难懂著称的诺查丹马斯，其爱好者们也声称在他留下的4行诗中找到了对2026年的暗示。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解析，诺查丹马斯在百诗集第7卷第26首诗中写道：小船与桨帆船环绕7艘大船，致命的战争将被引爆。许多人认为这可能隐喻着一场海上的军事冲突，而诗中提到的7艘船被解读为7股势力的象征。有专家分析说，这7股势力很可能指的就是环绕南海及周边有主权争端的7个政权：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和菲律宾。也就是说，这段诗预示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可能升级，引发涉及7方的致命对抗。这无疑与88万加所说的世界大战从东欧到亚太不谋而合，也与当前国际局势的一大隐忧相吻合。南海争端与台海问题的确是国际瞩目的潜在导火索。如果诺查丹马斯的诗意解读正确，那么2026年前后，台湾及南海恐怕真要小心卷入一场致命的多方角力。除了这则海战隐喻，诺查丹马斯还有其他关于东西方冲突的诗句也被拿来对号入座。比如他提到，当火星主宰星辰之路，人血将洒满圣殿，3团火焰自东方升起，西方在寂静中失去光明。这段充满诗意的语句被广泛解读为亚洲势力的崛起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加剧。3团东方火焰，有人说象征东方大国兴起或3条东方战线，西方失去光明则暗指西方世界陷入黑暗衰败。甚至诗里提到一个神秘的蜜蜂群，有现代军事爱好者将其比喻为蜂拥而至的无人机集群作战，暗示未来战争形态的改变。这不禁让人想到前面普莱和万加都谈及 AI 科技在战争中的影响，可见就连距今400多年前的预言诗人，在模糊的诗句中也许都折射出与这些现代先知类似的图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除了预言灾难本身，各路高人还给出了一些应对建议和求生指南。泰国普莱师傅就在节目中反复叮嘱民众要做好避险准备。他建议每个家庭都预先收拾一个逃生背囊，将重要证件的副本、药品、现金以及少量干粮水放进去，放在家中随手可及的地方。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需要紧急撤离时，能够第一时间背起这个背包就走，以免手忙脚乱。此外，他提醒大家将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尽量放置在家里较高的位置，至少可以降低在洪水或火灾时被毁坏遗失的风险。
这些都是相当实际的防灾建议，看得出他对未来灾害的严重程度是深信不疑的，也真心希望大家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经历过2025年水灾后，许多泰国人也开始认真对待这些叮嘱，学着储备粮食和必需品。普莱还特别在财富方面提醒说，土地、房地产等投资已不再稳妥，最好的保值资产是黄金。他建议有能力的人现在就开始购买实体黄金，一点一点的储备，不要等到危机来临再临时抢购，因为当大灾大难发生时，黄金可能是唯一通用且保值的交易媒介。这些建议听起来几乎像是在为末日做准备，但结合他预言的那些灾难场景，倒也合情合理。至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未雨绸缪总比宁可绝井好。面对种种末日般的预言，我们也不禁要问，这究竟会是真实发生的未来，还是预言家们给世人的一记警钟？人类历史上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层出不穷，很多最终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比如玛雅历法引发的2012年世界末日传说，还有诺查丹马斯被人解读的1999年第7月世界将毁灭等等，都曾让世界人心惶惶，但最后地球依然照常转动。那这次的2026末日预警会不会又是一个担心了白担心的乌龙呢？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然大有人在。科学理性主义者会说，预言毕竟不是严谨的科学预测，而是带有偶然巧合与模糊空间的主观解读。我们不能因为几次巧合应验就完全相信未卜先知的存在。然而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多位预言者从不同角度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时间点，而且其中好几位过去的命中率都相当惊人，不能不让人将信将疑。普莱、阿南德、万加这三个互不相识、文化背景迥异的人，他们给出的线索却像是能拼合起来的同一幅拼图，图上描绘的正是2026年的巨变与动荡。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巧合，但这样的巧合实在过于巧合了。与其等灾难降临时措手不及，不如在现在就多一分警惕和准备。正如普莱所说，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让人绝望恐惧，而是在于唤醒和防范。如果这些预言最终证明言过其实，那当然是全人类之福。可万一其中哪怕有部分成真，我们现在做出的准备都可能拯救无数生命。或许世界末日并不是真正的终点，而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在毁灭与重生的交替中，人类可能迎来痛苦的阵痛期，但也只有经历阵痛才能重获新生。展望2026，我们确实看见一片风雨飘摇、黑云压城的景象，病毒肆虐，生灵涂炭，大地震动，洪水滔天，战火熊熊，硝烟弥漫，甚至科技失控，天外来客降临。这些元素凑在一起，任谁都不得不感到一丝末日的寒意。然而正如龙婆万家所说，这未必是世界的终局，而可能是一次人类的集体考验与觉醒。如果我们能从中领悟谦卑与敬畏，改变对自然和科技的态度，加强全球合作与善意，也许最坏的结局可以避免。退一步讲，即便未来一年注定多灾多难，我们也可以凭借提前的准备和人性的团结，将这场世界末日考验转化为推动文明进化的契机。最后，不妨扪心自问，当如此多的预言警钟同时为2026年而鸣响时，我们应该嗤之以鼻，一笑置之，还是应该有所警觉，未雨绸缪？答案见仁见智。但有一句话或许值得记住，希望最好的情况，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对个人如此，对整个人类也是如此。也许所谓的末日并非突然的终结，而是对我们人类的一次严厉提醒，提醒我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当前的天空乌云密布，预言中的暴风雨近在眉睫，我们当然期待这只是虚惊一场，但也不能否认乌云背后可能真的响起雷鸣。2026年即将到来，它会按照预言走向毁灭还是柳暗花明，端看人类如何抉择。正所谓行到山前必有路，唯有人心的觉醒和努力，才能为我们寻找出路。让我们怀着戒慎恐惧之心，迎接这充满未知的一年，既不绝望地认为末日注定无可改变，也不盲目乐观地当作什么都不会发生。谨慎准备，静观其变，
也许我们终将度过这场劫难，看到黎明后新的晨曦。希望在风暴过后，人类能以更智慧和谦卑的姿态，迎来属于我们的浴火重生。世界末日是否真的要来临？让时间和行动去证明答案吧。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可能发生的那些惊世预言。这些预言来自一位被誉为国际灵媒的女士，名叫朱迪，常年活跃于洛杉矶，拥有通灵和占星背景。她的直觉异常敏锐，累积了25年超自然领域的经验，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她的客户。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惊人的预测成真，朱迪声名大噪。比方说，早在2022年之前，朱迪就预言了俄罗斯会发动战争，结果2022年俄军果然入侵乌克兰，验证了他的先见。朱迪还提前预见了英国女王的离世，当年9月，英女王果然驾崩。此外，他成功预测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在2024年卷土重来竞选总统。随后川普的确宣布参选，他甚至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在中共20大上顺利连任，这也如期发生。随着一桩桩大事被他言中，朱迪获得了神准通灵师的美誉。如今时针指向即将到来的2026年，朱迪最新发布的一系列预言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认为2026年将是充满巨变和震荡的一年，世界格局可能出现大洗牌。在这份惊人的预言清单中，既有牵动亚太安全的台海局势走向，也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最终命运，还出现了世界大国领袖遭遇暗杀的震撼场景，整个世界秩序可能因此重新排列组合，更有一长串自然灾难和异象将接踵而至。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朱迪对2026年的这些主要预言，看看其中隐含了哪些令人不寒而栗又发人深省的讯息。首先，让我们从亚太焦点，也就是台海局势谈起。朱迪在预言中指出，2026年的台湾海峡局势虽然依然紧张，却未必会爆发全面冲突。多年来，台湾海峡一直是国际间最敏感的热点之一。中共军力不断扩张，解放军的战机与军舰频繁在台海周边演习骚扰，时刻测试着台湾的防御底线。事实上，2024年底，台湾将完成新一轮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预期将接任总统，而朱迪也曾精准预测了这一结果。新领导人的上任对两岸关系是新的变数，北京可能试图在台湾政权交替之初透过军事高压来下马威，因此2026年初解放军的恫吓行动恐怕更为频繁。然而朱迪的预知画面显示，至少在2026年，台海不会出现大规模战争。中共将在2026年持续加强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巡逻和军事存在，解放军的战机与舰艇甚至会更加频繁地在台湾附近演习，对台湾形成长期高压的态势。但这种咄咄逼人的武力示威最终将点到为止，并未跨越真正开战的红线，让人不禁联想到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当年解放军以飞弹试射恫吓台湾，但在美国2艘航空母舰巡弋介入后，中共适可而止。朱迪的预言似乎暗示2026年的紧张局势将重演类似剧本，中国展示武力但收敛于临界点，美国则以强硬表态维持现状。尤其在朱迪的画面中，美国的动向对局势走向举足轻重。他预见一个特殊的背景，即2026年美国将由川普重新执政，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强硬但务实。川普政府划下清晰红线，不允许北京武力侵犯台湾，甚至传出川普本人可能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期间双方达成某种默契或协议，使得北京在川普任内不至于对台动武。朱迪认为，只要美中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与交易，北京就会暂时收敛，在台湾问题上避免直接触发与美国的全面冲突。换言之，2026年的台海局势虽然持续紧绷，军事挑衅此起彼伏，但真正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机将被国际力量所遏制。然而，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对台湾而言仍充满压力与挑战。朱迪提到，北京在经济和外交上也会对台湾加大打压力度，比如透过贸易制裁、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手段来孤立台湾。不过他强调，
这些手段对台湾核心产业的影响相当有限，特别是台湾最关键的晶片半导体产业，尽管面临来自大陆的掣肘，预计仍将正常运转，继续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对台湾施加的经济与科技限制无法真正摧毁台湾的产业优势，台湾经济仍将保持韧性。面对高压威胁，台湾民众也展现出坚定不屈的意志。政府积极强化防务部署，争取更多先进武器，同时全社会提高警觉，频繁演练各种防空、防灾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可以说，台湾将在风雨飘摇中锻炼出更强的生存能力，继续在夹缝中坚毅前行。值得注意的是，朱迪在预言台海局势时，还透露了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现象。他表示，2026年，人类可能会目睹海洋深处出现一系列诡异的绿色光体，就好似一支潜伏于深海的绿光舰队在暗潮下穿梭。这些绿光物体并非任何常规船只或自然现象，被视为某种不明物体，极可能与外星智慧的活动有关。更惊人的是，他警告这些海底的绿色光点，未来恐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试想，在紧张对峙的台海周边海域，除了人类的军舰潜艇之外，若还潜伏着未知势力的神秘舰队，将会给台海局势平添多么扑朔迷离的变数。如此场景，恐怕连美国太空总署、NASA 等权威机构目前都讳莫如深，不敢轻易公开谈论。但朱棣的预言已经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难道在台海波涛之下，还隐藏着我们未解的秘密？谈完台海，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的中南海。朱棣的预言清单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6年前后的命运走向。在现实中，习近平自2012年接掌中国以来，打破了中共领导人任期和年龄方面的惯例。他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在2022年成功连任第3个任期，一路集权至今，成为中国执政时间超过10年的强势领袖。然而，习近平会一直掌权下去吗？朱棣给出了他的答案。根据预言，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逐步退出最高权力的位置。朱棣具体提到，中共第21次党代会将于2027年召开，届时习近平将年满74岁，已经超过党内7上8下的非正式规矩，意指中共高官年逾70岁需退位，这形成了一道隐形的年龄门槛。朱棣预见习近平和另一名中共要员蔡奇很可能会在21大之前选择退居2线或者转换职务，把权杖交给新一代领导人。也就是说，到2026年接近尾声时，习近平的政治生涯或许已进入倒计时阶段。那么谁可能接班呢？预言中浮现了一个名字，就是尹洪。尹洪现任地方大员，曾主政上海市委，被视为习近平信任的中生代之一。在朱棣的远见里，尹洪有望在未来跃升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人选之一。此外，一个备受关注的名字也出现在朱棣的预言中，这个名字就是胡海峰。胡海峰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目前担任地方官职。朱棣暗示，胡海峰将来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中共权力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这些预言成真，中共内部将上演一场新老权力的交接，延续10多年的习近平时代也将告一段落。要知道，习近平在位期间大力反腐，清洗政敌，修改宪法集权，确立了他在体制内的绝对核心地位，如今却可能因年龄和内斗压力不得不放权。这个转折本身就极具戏剧性。朱棣进一步指出，在通往权力交接的过程中，习近平可能会遭遇健康和内部压力的双重问题。他的预见显示，2026年前后，习近平因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和沉重的执政压力，身心状况会出现一些警讯。他今年频繁更换亲信官员，例如近来外长和国防部长接连突然遭免职，引发外界揣测党内暗流涌动。朱棣认为，2026年左右，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将更多日常工作授权给亲信去处理，他本人出席公开活动和高层会议的频率将降低，更倾向透过书面指示遥控政务。这或许是他在高层博弈加剧情况下的一种折中保全方式，暂时隐身幕后，
减少露面，以避免成为矛盾焦点，同时保全自身。事实上，2022年中共20大前后，国内外就曾盛传习近平健康不佳乃至发生政变的谣言，虽被证实是虚惊，但也反映出他处境的敏感。如今朱棣预见的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迹象，更让人感到，哪怕权倾一时的强人，终究也有功成身退的一天。如果朱棣的预言可靠，那么2026年对中国政坛而言将是历史性的一年。一方面是习近平统治篇章的落幕，另一方面是新势力的崛起。试想，习近平这位自21世纪第2个10年以来中国最具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可能在短短2年内慢慢淡出权力核心，这对中国乃至全球政局的意义都将非常深远。届时，北京高层的每一丝动向都将牵动各方神经，谁将接班，政策路线会出现什么变化，中国社会将如何适应后习时代，这些问题目前都笼罩在未知之中。但朱棣的远见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习近平的结局也许不是遭政变推翻或意外身亡，而是随着年岁渐长和党内压力增大而有序淡出，把位子让给继任者。如果这种相对平稳的过渡能够实现，对中国而言或许是一种幸运，意味着权力交替将在体制内完成，而不以剧烈动荡的方式上演。无论如何，2026年的中南海风云注定不会平静，全世界也将密切注视这个东方大国最高领袖的未来走向。除了国家间的博弈和领导人的兴衰沉浮，朱棣的预言中还出现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领袖将在2026年遭遇暗杀袭击。这则预言无疑让人倒抽一口冷气。历史上，刺杀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事件虽然罕见，但每一起都对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冲击。若真有大国领袖在2026年遇刺，势必震动全球神经。朱棣并未明确指出这位遭暗杀的领袖是谁，也没有透露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细节。我们不妨大胆推想几种可能。从国际影响力来看，美国、俄罗斯、中国这3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若有一人在此期间遇刺，无疑称得上大领袖级别的震撼。从地缘政治的敏感度来说，俄罗斯总统或美国总统，甚至中国最高领导人，一旦遭遇此劫，都将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例如，如果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遭到暗杀企图，俄罗斯国内政局可能巨变，乃至影响正在进行或刚结束的战争走向。如果是不久后上任的美国总统遇刺，美国政治体系和社会都将经历滔天巨浪，全球盟友也会陷入恐慌。至于中国领导人如果遭袭，更是几十年未见的巨变，会令世界对中国政局的稳定性产生极大疑问。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地区的重要领袖成为目标，像某欧洲强国的总理或中东地区的君主。无论是哪种情况，朱棣的预言都提醒我们，2026年世界可能面临一起震撼性的政治事件，一个位高权重的领袖人物将命悬一线，生死未卜。试想，当这样的暗杀事件发生时，国际社会会出现何等连锁反应？全球媒体将铺天盖地速报和分析，引发各国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同时，各国政府会进入紧急状态，加强对要员的安保，防止类似事件蔓延。那些与遇袭领袖关系密切的国家或阵营，可能会一时群龙无首，政策出现真空甚至误判。在被暗杀者所在的国内，更可能爆发激烈的政治角力。继任者是谁？有人会否趁机夺权？国家的政策路线会不会急转直下？如果该国本身正处于战争或冲突中，领袖遇袭更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比如军方强硬派可能发起报复性的极端行动。朱棣的预言让我们回想起1991年的一幕，当时苏联国防部长等强硬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总统戈巴契夫，引发莫斯科紧张对峙。而在苏联解体前夕，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甚至担心自己会遭暗杀，以致随身携带手枪防身。这些历史片段提醒我们，当一国最高领导人面临生死危机时，往往是整个国家甚至世界局势最动荡凶险的时刻。2026年若真如朱棣所示，上演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世界将重现现代史上罕见的巨变时刻。
顺便一提，近年来小国也发生过此类剧情。2021年，海地总统莫伊兹在官邸遇刺身亡，导致国家陷入长期混乱。可见，哪怕是中小国家的领导人被暗杀，都足以造成巨大动荡，更何况是超级强权的首脑。有人或许认为这预言过于惊悚，不太可能成真，但别忘了，朱棣在此前的预测中曾准确指出2025年会出现对川普总统的人身威胁，而2025年初，川普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的确曾遇到安全警报，可见他并非凭空危言耸听。尽管我们无法确知细节，但朱棣的远见等于给世界提了个醒，明年的国际舞台上不仅会有宏大的地缘政治较量，也可能上演惊险的个人命运戏码，一颗子弹或一场爆炸就可能改写历史进程。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预言背后，人们也许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和平与安全的脆弱，哪怕站在权力巅峰的领袖，他的生命也可能瞬息之间受到威胁。2026年，我们或将见证一次现代史罕见的巨变，一位世界强权的领袖命悬一线，其后续影响将如多米诺骨牌般波及全球。当一位大国领袖遇刺，东方强人即将交棒之际，朱棣预言的2026年还隐含着更宏观的变局，世界秩序将面临一次大洗牌。这场大洗牌涉及国际权力格局和盟友关系的重大重组，以及几场决定未来走向的地缘政治事件。2026年被他形容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人类社会可能要重置某些旧有的秩序和规则。首先，在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阵营这一边，朱棣的预见极具戏剧性。他认为唐纳德·川普将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并在国内外推动一系列颠覆既有政策的举措。预言中，川普展现出强势的领导风格，他上任后迅速整合了共和党，在国会推动政府改革，也频繁举办造势集会，以巩固基本盘。同时，他对内专注提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例如大力发展人工智慧技术，重振制造业和能源产业，扩张国防开支等，全面提升美国的实力。对外方面，川普则挥舞起他擅长的交易艺术，在全球各地奔走，试图重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扮演交易式外交的仲裁者角色，而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盟友架构来维持霸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朱棣预期川普在2026年将促成几件关键的国际大事，一是为俄乌战争带来外交解决方案。朱棣预见，美国在川普主导下可能出面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某种和解，例如冻结战线、俄军部分撤出占领区等，终结这场拖累欧洲的流血冲突，为自2022年以来的这场战争画下句点。如果成真，这将是欧洲近年最大的转折点之一。战火平息后，乌克兰将加速融入欧洲体系，甚至朝加入欧盟的方向迈进，而俄罗斯也不得不收缩拳头，调整战略。二是中东局势的重大重组。预言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因国内对其交换人质的不满而提前在2026年6月举行选举，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反对派，他预计仍将胜出再任总理。此外，更大的消息是，川普政府可能在背后推动以巴双方走向和谈，给长期动荡的加萨地带带来重建的曙光。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人阿巴斯因年迈卸任，预言称其副手侯赛因·谢赫将暂代领袖，直到举行新选举，这暗示巴勒斯坦政坛也将出现权力过渡。同时，叙利亚由伊朗撑腰的阿萨德政权可能倒台，改变中东的力量版图。美国将强化与土耳其、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等国的联系，以巩固中东的新格局。可以想见，如果美国真能主导结束一场欧洲战争并重塑中东和平，那么其全球领导地位将大为提升，世界秩序也会随之重新排列组合。其次，在欧亚其他地区，洗牌的迹象也处处浮现。东亚方面，日本可能迎来历史性变革。朱棣预言日本将出现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一旦高市早苗上台，预期日本内政外交都会明显向右转，更加强硬地捍卫国家利益，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充军备以及加强情报网络建设。日本的这一转向将使其在亚太格局中扮演更积极且独立的角色，
也势必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和美日同盟走向。再看英国，伦敦政坛也在酝酿变局，预言暗示脱欧派旗手奈吉尔·法拉吉将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如果法拉吉真的入主唐宁街10号，英国的政治光谱将明显右移，对欧盟的态度可能更加强硬或另辟蹊径，与美国的关系则可能更加紧密。欧洲大陆方面，法国总统马克宏被预言在推动2026年预算时遭遇执政危机，可能被迫解散国会提前选举，为法国政局投下不确定性阴影，也可能动摇外界对欧元区经济的信心。意大利和日本类似，经济增长预测低迷，不足 1%， 显示传统强国在新秩序下面临的压力。相反地，印度正崛起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已超越日本。在安达曼海发现的大型油田将大幅增进其能源自给能力。同时，印度积极发展半导体和人工智慧产业，并透过强有力的政府举措扶植高科技，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预计在2026年达到3000亿美元规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印度正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在经济和科技上与中美分庭抗礼。除了超级强国之外，一些区域国家的政局变化同样折射出世界秩序洗牌的趋势。比如中东的沙烏地阿拉伯正完成庞大的产业计划，如朱拜尔工业城第2期工程，继续朝区域强权地位迈进。巴基斯坦则重新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试图凭借自身的石油和矿产储备，在中东扮演更重要的稳定角色。东南亚方面，泰国将推出新的永续生态旅游法规，越南也计划出台环境保护法令，以在全球价值观新潮流中站稳脚跟。新加坡将开设最大的综合门诊和科学中心，并在年末完成连接马来西亚柔佛的捷运线，继续巩固区域创新枢纽的地位。这些种种发展显示，各国都在为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而调整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朱迪的预言中有几个国家被视为2026年最安全稳定的世外桃源，包括加拿大、阿联酋、澳大利亚、荷兰、瑞士、丹麦、纽西兰以及日本。看来在风云变色的年代里，这些国家将相对保持平静与繁荣，成为动荡世界中的避风港。综合来看，朱迪描绘的2026年世界正走向一个旧平衡被打破而新平衡尚未稳固的阶段。美国试图重新掌舵国际秩序，但方式较以往更灵活实用。中国在领导人交替和内部转型中暂时收敛锋芒。欧洲内部政治经济充满变数，新兴力量如印度等则抓住机遇迅速壮大。同时，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因素也在浮现，比如前述与外星文明有关的征兆。世界秩序的大洗牌往往意味着动荡与机遇并存。对许多国家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重新定位的契机。新的同盟可能形成，旧的对立可能淡化或转移，共识与冲突都将在重组后以新面貌出现。大体而言，朱棣眼中的2026年世界轮廓大致如下：美俄握手言和，中东重归稳定，中美重新谈判，欧亚权力消长，新势力崛起。许多情节磅礴存在于昨日还令人难以置信的剧本里，然而一旦预言成真，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将被改写。对于身处这场巨变中的我们而言，也许要等到亲历其境，才真正理解这场秩序洗牌的意义和代价。每一代人或许都会见证一次世界的改组，而2026年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的分水岭。如果说上述政治预言已经够让人心惊，那么朱迪对2026年的灾难清单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他的远见中，2026年地球将遭遇一连串极端天灾与异象，考验人类社会的韧性。我们不妨按类别逐一梳理这份灾难清单。首先是来自太阳的威胁。朱迪预警2026年太阳活动将异常活跃，强烈的太阳风暴可能袭击地球，引发地磁扰动。届时，全球通讯系统会因太阳风暴而大范围故障，多个国家可能出现网络中断、卫星讯号丧失的情况，一些电力和导航系统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危及交通和工业运行。人们或许将首次真切感受到，我们高度依赖的科技文明在宇宙力量面前是多么脆弱。
当网络和卫星导航突然失灵时，城市可能陷入混乱。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朱迪的预言里，太阳的怒火提醒着整个地球村，我们头顶的那颗恒星既赐予生命，也能带来灾难。人类在太空天气面前依然缺乏足够的防范能力。接下来，大气异常将引发极端天候。预言显示，2026年的冬季气候反常，全球多地将出现剧烈的寒潮和热浪交替。北美洲北部、中西部地区将遭遇远超往年的严寒，狂风呼啸，大雪封门。一些平日温和的地区也将被寒气笼罩。同时，东亚和欧洲部分区域却可能相对暖和少雪，气候模式大乱。而在夏季，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将经历破纪录的热浪炙烤，酷暑引发干旱和野火。意大利则可能持续干旱少雨，农作物欠收。全球气候磅礴，愈发两极化，异常高温和严寒在不同地区此起彼伏。气象混乱的一年将对各国的能源供应、农业生产和民生造成严峻挑战。随着大气动荡，风暴与洪水也接踵而至。朱迪的清单中明确提到，2026年将有毁灭性的热带气旋侵袭亚洲，台湾、菲律宾和中国东南沿海将遭受超强台风的正面攻击，狂风暴雨所到之处，基础设施和城镇建筑将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居民被迫疏散。另外，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预计在2026年喷发，其火山灰将飘散至泰国和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导致空气品质恶化和航班中断。东南亚多国如越南、柬埔寨、印尼还将出现突发暴雨引发的严重洪水，旅游胜地被淹，道路和村庄陷入泥沼，短暂瘫痪当地经济活动。欧洲方面，极端干旱使南欧饱受炙烤的同时，北欧一些地区却可能遭遇暴雨和河川泛滥，甚至有迹象显示英国的重要电力或供水设施可能遭到骇客攻击，导致局部地区停电、停水和基础设施瘫痪。地球的怒吼还不止于风雨雷电。预言中，地震将在2026年频繁上演，多个地区都榜上有名。其中，亚洲的日本东京可能遭遇强震，美国的西岸、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和东岸、纽约都可能感受到 6.0 级以上的剧烈摇晃。太平洋火环带上的阿拉斯加、菲律宾群岛、墨西哥、纽西兰等地也难以幸免。一些城市的高楼会在深夜突然晃动，人们不得不仓皇逃到街头，部分老旧建筑物恐怕会在强震中化为瓦砾。朱棣勾勒出的画面磅礴在提示，2026年将是强震频发的一年，地壳运动仍然潜藏着未知威胁。其中若有一场强震发生在政局脆弱的缅甸，可能动摇该国本就不稳定的局势，诱发新的内乱，甚至波及邻国。朱棣还暗示，缅甸地震后，泰国与柬埔寨交界地区的紧张摩擦可能升温，可见自然灾难还可能诱发人为冲突。与此同时，非洲大地则在炙热的太阳下经受另一种灾难，那就是干旱与饥荒。预言指出，非洲南部多国，包括南非、辛巴威、赞比亚、莱索托、马拉维等，将遭遇严重干旱，河流干涸，农田龟裂，粮食产量骤减，数百万人面临粮食与饮水短缺困境。旱灾引发的饥荒和疾病可能蔓延，成为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将紧急行动，协同世界银行和各国盟友，为灾区输送食品和清洁用水，以挽救无数生命。非洲的这场苦难提醒着世人，气候变迁和极端天候对欠发达地区的打击尤为沉重，也考验着人类守望相助的良知。在美洲大陆，灾害同样此起彼伏，美国沿海地区将迎来异常活跃且猛烈的飓风季。朱棣特别提到纽奥良、佛罗里达和美国东岸部分城市将遭遇超强飓风正面侵袭，狂暴的风暴潮会吞没沿海，城市街道将变成河流，电力通讯中断，大批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而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少受飓风影响的美国西岸加州，今年也可能经历残余飓风或热带风暴带来的强风豪雨。与此同时，加州、加拿大西部、澳洲等地则进入更加严重的野火季。夏秋时节，
干燥的植被在闪电或人为因素下被点燃，火蛇吞噬大片森林和社区，浓烟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刺鼻的焦味。消防员日以继夜地奋战，但长期干旱令野火一发不可收拾。这些景象几乎成了近年的常态，2026年恐怕也难以幸免。同时，热带气旋和季风雨还将导致全球多地发生洪水泛滥，日本、菲律宾、加勒比海诸国、墨西哥都被预言在洪灾名单上。从亚洲到美洲，无数城镇居民不得不为躲避洪水而举家迁移，国际救援队也将马不停蹄地驰援各处灾区。当我们在尘世间疲于应对这些天灾时，人类或许更渴望抬头仰望星空，寻找答案。然而正当人们仰望天空，朱棣预言了另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异象。在干燥荒凉的沙漠地带，将有人声称目击到不明飞行物的出没。那些神秘的飞行器忽然现身夜空，散发奇异的光芒，在寂静的沙海上空盘旋片刻，又倏然消失无踪。有人将之解读为外星文明在观察人类庞佛科幻电影的桥段真实上演。当全世界忙于应对地缘政治和自然灾难时，外太空的未知力量似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宣示存在。种种迹象显示，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太阳到地球，再到天空彼端的神秘访客，多重挑战汇聚而来，人类将在炼狱般的考验中寻求生路。朱棣列出的灾难清单让我们深刻体认到，大自然与未知力量的威力远远超出人类的掌控范围。在高楼林立、科技昌明的21世纪，人类往往自信可以驾驭环境、预测未来，但一连串的飓风、地震、火山和来自天际的风暴就足以轻易颠覆这种信念。如果2026年的景象真如预言所述，我们唯有加强全球合作，共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同时对天地心存敬畏。唯有尊重大自然的规律，谦卑审慎的发展，我们才能在灾难频仍的未来求得生存与延续。回顾朱棣对2026年的整体预言，我们彷佛看到一幅充满戏剧性和矛盾交织的未来图景。国际政治上，大国角力与罕见事件并存，科技进步与伦理挑战相伴，自然界中灾害频仍又奇事丛生，给人类社会带来重重考验。这些预言有的耸动惊人，有的发人深省。我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一切真的发生，我们准备好了吗？也许有人对这些超前的预知持半信半疑态度，但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改变世界的时刻往往在发生前都很少有人预料到。朱棣的天赋让他在混沌中瞥见未来的一角，虽然未来始终充满变数，但他的远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把可能发生的危机与转机预先展现在我们眼前。他提出这些警示，并非让人陷入恐惧绝望，而是提醒世人保持警觉和思考。如果2026年真如朱棣所言，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历史关口，那么身处其中的我们或许也该重新审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当政权更迭、秩序洗牌时，我们能否从历史的兴衰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当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时，我们能否团结合作，以人性的光辉战胜困难？朱棣预言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他说2026年将带有一种精神性的震动，世界各地的人们会开始反思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古老智慧将重新回到人们的文化、政治生活中，大众重新学习如何用爱与智慧连结彼此，共度难关。也许在至暗时刻，我们反而能找回久违的同理心和精神价值，为破碎的世界带来一丝疗愈与希望。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言，未来尚未发生，一切仍有转圜余地。或许正因有人提前看到了危机，我们才有机会提早防范并加以改变，让未来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朱棣这位国际灵媒，用他震撼人心的预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提供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对于即将到来的2026年，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就是怀着敬畏与勇气，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因为无论预言如何描述，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最终还是我们人类自己。让我们怀着谨慎而积极的心态，迎接2026年的到来吧。即便前路险峻，人类文明仍在继续进步。
届时，全球将共同举办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体育盛宴或许能在动荡中凝聚人心。美国太空总署预计在该年创造历史，送首位女性航天员登上月球，重新点燃人类探索太空的热忱。科技和医疗领域也传来捷报，科学家将利用 3D 列印技术帮助瘫痪患者重新站起，人工智慧辅助诊疗，让疑难杂症更快获得准确诊断。即便风雨欲来，人类并非束手无策，在许多方面我们依然勇敢前行。或许风暴无可避免，但当乱云飞渡之际，我们仍可以选择守护希望，在巨变中寻找成长，在灾难中磨砺智慧。愿朱迪的预言能为我们点亮一盏警示的明灯，使我们在面对未知未来时更懂得团结、自省与珍惜。2026年会否成为人类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章？只有时间能回答，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放眼未来，为任何可能的风浪做好准备。印度神童阿南德最近对外示警，特别点名东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预言2026年这个火马年将充满危机与变局。他甚至精准划出了3个关键危险时间点，强调请务必记下这几天。这究竟是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还是有迹可循的未卜先知？让我们深入一探其中奥妙。首先，这位阿南德是何许人也？许多人称他为现代版的预言神童，就像当代的少年版诺查丹马斯。阿南德出生于印度，自幼研习古老的吠陀占星学，年纪轻轻就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天象对人间的影响。据说他4岁开始研习星象，10多岁时便以一系列惊人的预测声名大噪。例如在2019年底，他曾警告说将有一场全球瘟疫在2020年蔓延，结果果然爆发了新冠疫情。又比如2023年10月，他提到可能出现类似911规模的恐怖袭击，不久后中东局势就风云变色。虽然事后看来有些巧合，令人背脊发凉，但也有人质疑，这当中有多少是真有其事，多少只是事后牵强附会。怀疑归怀疑，阿南德的频道和言论依然吸引全球无数眼球，每当他发表新预言，都会引发一波热议。阿南德最新的预言矛头直指2026年，他在2025年圣诞前夕于莫斯科发表了对2026年的一段最新分析影片，语气凝重地表示，全球正处在一个400年一遇的重要转折点。所谓400年一遇，意思是自从约400年前的17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从未面临过如此巨大的改变契机。听起来这话颇惊人，但若稍加回顾历史，17世纪的确是个多事之秋。那时东方有王朝兴衰，明朝在17世纪中叶覆亡，清朝兴起，西方有宗教战争与殖民扩张。例如欧洲经历30年战争，缔造了新的国际秩序。阿南德暗示，如今我们正站在与当年相似的历史关口期，新2020年至2040年这20年间发生的巨变，将决定未来几个世纪人类文明的走向。2026年正处在这个关键窗口的中段，将会是风险与机遇交织的一年。那么，为什么特别提到火马年呢？2026年按照中国农历纪年是60年一遇的丙午年，也就是俗称的火马年。传统民间传说中，火马年常被赋予动荡与异变的意涵。所谓双火奔腾，因为午属马，五行又属火，逢上天干丙火，更是火上加火。在命理师看来，这一年火气极旺，象征剧烈的变化和转型。历史上上一个火马年1966年，中国正掀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被卷入10年动乱。同年，苏联成功发射探测器登月，太空竞赛白热化，科技领域也是巨变突飞猛进。再往前推，1906年的火马年，美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旧金山大地震，瞬间夷平一座城市。而在东亚，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骤增，清帝国风雨飘摇，时局暗潮汹涌。这种巧合令许多人相信，火马年往往是乱象丛生，但也潜藏新生机遇的年份。正如香港有俗谚说，火马女命硬克夫，连出生在火马年的女孩都被传言带有克性。
虽然这只是迷信说法，但从中可见民间对火马年的忌惮。阿南德的预言无形中也呼应了这种传统观点。2026年的确可能是个危机四伏、天翻地覆，同时又孕育突破与希望的非常之年。接下来重点来了，阿南德点明了哪些地区和国家需要特别小心。他的分析圈定了4个高风险热点，听在亚洲观众耳里绝对神经一紧，其中3个就在东亚与东南亚。首先是中国，阿南德直言，我相信有非常强烈的可能性，中国将面临重大问题。这句话可把大家的心吊了起来。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境内可能出现重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事件，特别是在中国的西北部或东北部地区，甚至不排除会有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中国西北、东北，这听起来令人费解，为何是这2个方向？如果我们细想，中国的西北部通常指新疆以及毗邻中亚的广袤边境，那里历史上确实曾有过恐怖袭击和分离主义动荡的阴影，而东北部则临近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过去很少传出恐怖攻击，但也许阿南德从星象中看到了什么不寻常的迹象，暗示这方向可能出现出人意料的安全挑战。试想，如果新疆再度出现极端势力滋事，或者东北边界因周边局势出现难民潮和治安问题，都会对中国政局形成冲击。阿南德话锋虽然谨慎，却明白传递出一个讯息：2026年的中国绝不能掉以轻心。接着，阿南德特别点到了朝鲜半岛，他预言北韩、朝鲜可能在2026年发生负面的重大事件，而且这影响绝不仅限于朝鲜半岛一隅，甚至可能牵动整个世界格局。这番话让人不寒而栗，毕竟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北韩就是那个不可忽视的定时炸弹。一旦北韩出事，首当其冲的便是南韩，以及周边包括中国东北、日本乃至美国都会被波及。阿南德提醒，住在南韩及朝鲜半岛周边的人务必要非常小心。这让人联想到的场景不外乎2种，其一，北韩内部出现巨变，例如领导人健康出了问题或政权更迭，引发国内权力斗争甚至崩溃，数百万难民涌向边境，周边大国不得不军事介入，这将是一场人道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危机。其二，北韩在国际上采取极端行动，比如干脆孤注一掷地进行新一轮超大规模的核试验或导弹试射，甚至酿成武装冲突，迫使美韩日联手强硬回应半岛在临战争边缘。无论哪种剧本，都称得上牵一发而动全身。难怪阿南德要把北韩的动向提升到影响整个自由世界的高度来警告。毕竟朝鲜半岛若真的燃起战火，将不仅是东北亚的灾难，更可能改写全球地缘版图。除了中国和朝鲜半岛，东南亚的菲律宾也在阿南德的高风险清单上。菲律宾是这次唯一被点名的东南亚国家，耐人寻味。阿南德没有详细阐述菲律宾将面临何种风险，但既然他将其归入地缘政治的考量范畴，我们可以推测可能与区域冲突或军事紧张有关。近年来，菲中两国在南海问题上摩擦不断，从黄岩岛到仁爱礁，船舰对峙、水炮驱离的新闻屡见不鲜。2026年若国际局势更趋动荡，南海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之一，一场意外的海上冲突，一发走火的枪弹，都可能将菲律宾卷入更大的强权对抗之中。另一方面，菲律宾国内也面临着反恐和反叛乱的挑战。南部棉兰老岛一带常年有伊斯兰极端势力活动，虽然近年来局势稍有缓和，但不排除沉寂的火山突然爆发，极端组织趁全球乱局之际策动恐袭。因此，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菲律宾在这一年都需格外绷紧神经。阿南德将它列为高风险地区，是提醒我们别忽视东南亚这片看似宁静的海域下潜伏的波涛。最后，部分媒体报道阿南德还提到了日本，有些消息来源则以南韩列入4高风险之一，可能是传讯口径不同。尽管讯息略有出入，但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为整个东亚、东南亚区域多个国家都处于未来一年风雨飘摇的前沿。日本作为东亚另一个大国，地缘位置与局势同样敏感，北有朝鲜核岛威胁，西有中日岛屿争端和台海不稳定因素，
南有与菲律宾等共同关注的海上航行安全。如果阿南德的高风险名单中包括日本，那也是在情理之中。毕竟日本虽然自身相对安定，但身处风暴圈边缘，一旦区域爆发冲突，难以独善其身。此外，日本还有自然灾害隐忧，如富士山火山活动、南海海槽大地震的风险等。人们常说日本人天天活在预言里，2026年更要如履薄冰。总之，阿南德点出的4个地点，其次中国、西韩、朝鲜半岛、菲律宾以及可能的日本奇奇，构成了一道从东亚延伸至东南亚的潜在危险弧形地带。这片地区涵盖了当今世界最炙手可热也最易燃的几大议题：台海局势、朝核问题、南海争端、恐怖主义威胁，等于将亚洲几个火药桶一字排开。我们不禁要问，这巧合背后是否隐含着某种必然？是星象运行至此共振出乱世征兆，还是阿南德从现实政治脉络中敏锐嗅到了危机的火药味？说完了空间上的预警，阿南德也精准标出了时间上的3大危险点，这就是他反复叮咛观众务必要记下的几个重要时段。在他看来，2026年整年都风险渐增，但有3个阶段尤为关键，需要全球提高警觉。第一个危险期，4月下半月，也就是大约4月中旬之后直到月底的这段时间。阿南德提醒，2026年的春末可能会出现让国际局势剧烈震荡的事件。我们可以脑补那时可能的情境。4月本是北半球春暖花开的季节，但往往也是历史上危机忽然爆发的时候。毕竟春季常被视为战争与行动的起点，很多战事不在严冬发动，而选在春暖时节。在4月下旬，各种不安定因素或许已经在年初酝酿累积了一段时间，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引爆。是不是会有某个地区在这时突然发生大型恐怖袭击，或者某国内部在此时政局崩裂，领导人更替，甚至可能是一场冲突升级为局部战争，这些都是让人揪心的可能。事实上，2026年4月左右确实有值得关注的天象。在占星界看来，某些行星的位置变动或相合正好落在这期间，或许预示动荡能量达到高峰。当然，我们无需迷信星象才能意识到，到了明年4月，国际政治也将进入一些重要节点，例如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满1年，全球主要强权经过一冬的角力，可能开始重新调整布局，而一些地区性的选举决议也常落在4月前后，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意外事件。如果届时真的有灾难发生，阿南德希望我们至少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在他看来，恐怖主义等威胁之所以可怕，不仅在其破坏力，更在于它利用人们的恐惧来扰乱社会秩序。所以提前预警4月下半月可能的乱局，是希望大家冷静以对，别到时慌了手脚。第二个危险期，7月下旬，确切地说，阿南德特别标示了7月24日之前的9天和7月底最后10天这2个相连的区段。乍看之下有些拗口，其实换算一下，涵盖的就是7月中下旬几乎整整半个月，7月15日左右一直到7月底。显然在他眼中，2026年盛夏将是另一个动荡高峰期。我们不妨思考，为什么是7月？7月通常是北半球炎热焦躁的时节，历史上不少大事件也爱选在7、8月登场。从一战爆发的7月到中东战争，多次金融危机的引爆点都能看到炎夏的身影。炎热的天气仿佛映照人类情绪的沸点，此时人心浮动，冲突易于激化。尤其在2026年，大国博弈可能在上半年积累压力，到夏天时进入摊牌或冲撞。阿南德点名7月24日前9天，或许暗示某个特定7月中旬发生的星象让他格外关注，而7月底最后10天更可能是某个事件的后续扩大或连锁反应阶段。试想，一场危机若在7月中爆发，其影响往往会延续整个下旬甚至更久。例如可能出现连环性的恐怖攻击，先是一起震惊世人的事件发生，接着引发仿效或报复，在月底前接二连三。又或者战事在7月下旬升级，冲突各方经过短暂的攻防，在月底前使出更激烈手段。对亚洲而言，7月还有一项不得不提的重要因素，
台海与南海的台风季节，每年7、8月是台风活跃期，往往搅乱地缘安全计划。也许2026年自然灾害和人为冲突会交织，让盛夏变得格外艰难。无论如何，阿南德以近乎划重点的方式标出7月24日这个界限，意味着他认为7月下旬前后世界局势将非常紧绷。我们不妨在日历上圈起这段期间，提醒自己到时多留意国际新闻的风吹草动。第3个危险期11月中旬左右，一年将近未尽之时，也是阿南德警告的最后一个关键点。通常11月中是秋冬交替，北半球渐入寒冬，然而政治热度却未必降温，甚至可能进入全年中最高潮的戏码。过去的经验表明，每逢年底临近，国际上容易出现今年最后一般的事件，可能是某方抓住年内最后机会采取军事行动，又或者是经济金融领域突然出现剧烈震荡。毕竟各国财政年度、大宗商品市场在这时候波动都比较大。阿南德没有细说11月会发生什么，只是强调11月中旬左右一定要特别关注，非常小心。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几种剧本，比如假如前述夏季的某场冲突在国际压力下暂时搁置，那么到了11月可能死灰复燃，或谈判破裂，战火重燃。又或者11月是西方传统的感恩节前后，历史上恐怖分子偏爱选在节庆期间制造袭击以扩大影响，不排除在这个时段有重大袭击事件震惊世界。再从经济面看，若2026年经济景气不佳，11月可能出现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甚至崩盘式风暴。回想1929年经济大萧条，就是在10月底11月初酝酿发酵。当然，这些只是推测，未来并非注定如此。然而阿南德既然把岁末11月列为3大危机之一，足见他认为年底前后世界局势仍不平静，很可能在最后关头给人类出一道难题。对个体而言，年底通常是回顾一年收获，准备欢度节庆的时刻。但在2026年，我们或许不得不一边庆祝，一边提心吊胆，关注着远方的火光和风暴是否朝我们逼近。纵观这3大危险时间点，分别落在春末、夏中、秋末，几乎将整年划分成3段高风险周期。阿南德的说法仿佛在提醒我们，2026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太平季节，危机可能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实或许正是如此残酷，毕竟当今国际局势本就充满不确定性，各种矛盾和冲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紧密相扣，哪怕只是在一处倒下，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今年一场瘟疫，一场战争已经打乱全球秩序，明年我们还会面临哪些挑战，谁也不敢打包票。正因如此，阿南德强调他的预言不是在散播恐慌，而是希望人们做好预防。他引用专家的观点说，恐怖攻击或战乱这类威胁往往利用恐惧来撼动人心。如果我们预先有了心理准备，保持冷静和理性判断，就不容易被恐慌牵着鼻子走，也就不会在大乱中做出错误决策。换言之，他希望公众培养心理韧性，以从容迎接可能的乱局。这番道理其实相当中肯。惊涛骇浪来临时，唯一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就是人类自己的失序和绝望。唯有镇定自若，我们才能将损害降至最低。当然，阿南德的预言并非只有末日警讯，他也谈到了2026年的另一面突破与希望。在发出警告的同时，他表示2026年有望成为医疗、科技等领域快速突破的一年。他特别提到医学科技和数学、科学研究有可能在这一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称这将是相当精彩的一年，会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听到这里，或许我们的心情就不那么沉重了。原来乱世之中也孕育良机。回想历史，每当人类经历巨大危机，也往往伴随技术的飞跃和观念的革新。比如第2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催生了火箭技术和计算机的发展；冷战对峙逼出了登月壮举和互联网的雏形。近年全球的疫病和紧张局势反而加速了 mRNA 疫苗、人工智慧等领域的创新。那么在2026年这个火马年，我们或许也将见证新医疗突破拯救生命，新能源技术改变生活，甚至数学基础理论的重大进展。
为人类认知开启大门。正如俗话说，福祸相依。阿南德的观点让我们看到希望与挑战交织的一体两面。如果说火马年的乱象是一场涅槃考验，那创新的火花则是黑暗中的光亮。也许正是在巨变中，我们才能激发出平时没有的智慧和勇气。聊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阿南德的预言到底可信吗？毕竟预言这回事一向充满争议。我们必须坦率地说，阿南德的过往预测并非每次都命中红心。支持者称颂他成功预见了疫情和部分冲突，但也有几次著名的乌龙。例如，他曾预测2020年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点名美国、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将卷入战火。但回顾那一年，虽然中东一度剑拔弩张，所幸世界大战并未降临。又如他预言2021年2月会发生经济崩盘等灾难，结果虽然当月全球股市波动剧烈，却没有真的崩溃，许多市场很快又创新高。这些例子提醒我们，预言仅供参考，不可尽信。连阿南德本人都在最新影片中澄清了一些谣传。他发现网络上流传着阿南德说中国将崩溃之类危言耸听的标题，对此他特地在12月30日发布澄清影片，表示自己从没说过中国会崩溃，也没有看到任何星象显示中国崩溃的迹象，呼吁大家不要以讹传讹。这一方面是在维护他预言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自知言出影响力大，不愿无根据地诅咒一个国家的命运。冷静理性应对正是他强调的态度。或许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阿南德那种宏观长远的眼光，他并不只关注明天股市涨跌这类琐事，而是试图从星象和历史规律出发，把脉整个时代的走向。他提出2020年至2040年决定未来400年的观点引人深思。假如这20年真是新旧时代交替的关键，我们正身处的变局就不仅仅是突发乱流，而更像一次深刻的转型阵痛。想象一下，人类社会每隔几个世纪就会进行一次大洗牌，我们恰好活在这剧烈洗牌的档口，这既是挑战，也是幸运。我们将亲眼见证新的国际秩序、新的科技范式，甚至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然而新旧交替总伴随阵痛，就像破壳而出的幼鸟必经啄壳之苦。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也许正是在乱世中寻找机遇，在黑暗中守望黎明。阿南德的预言提供了一种思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即使不完全相信星象，我们也可以借此反思，为未来未雨绸缪。那么面对可能动荡的2026年，我们该怎么办？在节目最后，我想以阿南德给出的态度作结，保持警觉，但不恐慌；心存希望，但不大意。我们应当关注那些他提醒的危险日期和地区，多留意国际局势的变化。如果真的出现紧急情况，至少我们已有心理准备，不会措手不及。同时，也不要因为预言中的灾难而整日惶惶不可终日。就像火马年预示的那样，乱中有治，危中有机。我们应当在大变革的洪流中，既可能有惊涛骇浪，也可能有乘风破浪的良机。对个人而言，也许我们无法左右国际风云，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进取，抓住时代给予的机遇。毕竟阿南德也说了，2026年将是精彩的一年，有新的发明、新的突破在等着我们去参与。与其恐惧未来，不如努力成为创造未来的一份子。最后，无论你对预言抱持何种态度，我们都正在迎接一个充满变数的2026年。东南亚的朋友们要留意周边风云，中国的朋友们则更要稳住内部大局。让我们心中有数，手中有备，用冷静和智慧去面对前路的不确定。或许星空中早已写下人类的挑战书，但最终书写历史的笔仍握在人类自己手中。火马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能做的就是调整好心态，迎接这可能载入史册的一年。请记住阿南德点出的那些危险时段，但也别忘了为自己点亮希望的灯。乱云飞渡仍从容，让我们一同度过这个不平凡的2026年。祝大家平安。来自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3个预言体系，竟然不约而同地将未来的焦点锁定在中国，而且瞄准的都是2026年这个特殊年份。
印度的吠陀占星师、美国的基督徒先知以及英国的灵媒预言家，他们分别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星象推演、意象启示和通灵预知，却都指出中国将在2026年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真的是纯属巧合吗？还是说世界的结构正酝酿某种深层次的转向，以至于连毫无关联的预言者都嗅到了同样的风暴？让我们深入挖掘这三大预言体系的内容，看看2026年的中国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玄机。首先要说明的是，2026年在许多预言中被视为结构性转折的一年，换言之，它并非寻常流年，而像是一座桥梁，承上启下地衔接两个时代。在印度神童阿南德的眼中，2026年就是这样一个改变大局的关键年份。他指出，根据吠陀占星的长期行星周期计算，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数世纪难遇的转换期，而2026年正是转折点。在这一年里，人类可能经历系统性的大破大立，旧的秩序土崩瓦解，新的创新和重建随之而来。这种破坏重生的周期过去也曾发生过，例如2020年前后，全球的巨变就被他视为此长周期的开端。如今延续到2026，会迎来结果逐渐明朗化的一幕。阿南德强调，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的末日预言，而是希望大家提高警觉，提早准备，因为巨变之中同样孕育着突破与机遇。阿南德 Abhiga Anand 是谁呢？熟悉预言圈的人对他绝不陌生。这位印度年轻的吠陀占星师被称为印度神童，早在10几岁时就以精准预测疫情走势等事件而声名大噪。他擅长运用古老的吠陀占星学来解析全球运势。在他发表的2026年预测中，他语气冷静却信息量惊人。2026年将是一个罕见的结构性转折年份，世界格局会出现肉眼可见的巨变。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提示是中国西北部存在一个重新被触发的重大地缘政治风险。也就是说，阿南德从星象中看到，中国西北部那块在过去一段时间相对沉寂的区域将再度陷入动荡与不安。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西北？要知道，西北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别具意义的方向，那里包括新疆以及与中亚、南亚接壤的广袤边境地带。近年来，这一地区表面上相对平静，但历史上却潜藏着许多未了的因果，民族与宗教的张力，边境纠纷的余波，以及大国角力的投影。阿南德的占星分析暗示，这片沉睡的火山可能在2026年被某种力量重新引爆。他用吠陀占星的术语说，这是沉睡的业力再度浮现，伴随着土星与拉胡北焦点的紧张组合，预示着突发性的动荡事件可能出现，而非长期战乱。这类型的星象往往代表内部压力点被触发，不对称冲突浮现，或者某种意识形态引发的震荡。换成通俗的语言，就是中国西北可能发生出人意料的事件，时间虽不会太长，但冲击足以震动天下。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这重大风险会是什么？是否可能是新疆地区潜伏已久的紧张局势突然爆发，例如内部出现骚乱或恐怖袭击，再度成为全球焦点？还是说中国在西北边境与邻国，比如印度或中亚国家之间的旧有冲突被重新激化？想想看，就在几年前，中印两国曾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爆发激烈的边境对峙，虽然双方很快降温，但那条边界至今暗流涌动。2026年会不会又出现类似的场景？也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例如新疆天山一带的大地震带来地缘政治后果。吠陀占星学强调的是整体格局与因果循环，不一定细指事件形式，但方位和时机都在那里。西北中国2026，当这些线索叠合起来时，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民族问题、边陲挑战与一带一路战略节点。阿南德给出的只是一个坐标与一个时间窗口，但已足够引人深思。中国这头沉睡的西北猛兽，是否将在转折之年被某种力量唤醒？阿南德之外，美国的布兰登则提供了截然不同风格的预言图景。
如果说阿南德是透过行星轨迹洞察人间业力，那布兰登·比格斯 Brandon Biggs 则是透过宗教意象和梦启示在传达信息。布兰登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所谓的守望者。他曾因准确预言美国前总统川普遭遇刺杀未遂而声名大噪，令许多人对他的意象刮目相看。如今站在2025年末至2026年初的门槛上，布兰登反复强调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在最近的讲道节目中，他语气凝重地形容即将到来的事件，严重程度可比珍珠港事件，甚至犹如电影《红色黎明》里描绘的亡国危机。听到这样的比喻，难免让人心头一颤。红色黎明讲的是某种共产势力入侵美国，国内年轻人奋起抵抗的故事。布兰登提到这部电影，显然是将未来的危机比作特洛伊木马式的内部颠覆。美国可能不会被外敌正面击败，但内部的渗透已如慢性毒药般深入骨髓，一旦时机成熟，便会突然发作。听起来，布兰登是在警告美国面临一场来自内部的灾难。然而，这背后的黑手是谁？从上下文来看，他暗指的正是一股共产集权势力的幽灵。他在灵里看见大量人员早已潜伏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只等命令一下就会同时行动。他甚至具体描述了意象中涉及的地点：繁华的夏威夷檀香山商业街，人潮如织的佛州奥兰多迪士尼乐园，都出现在他的画面中。那些象征欢乐与安全感的场所，反而成为阴谋者理想的目标，因为人们在这些地方最容易放松警惕。他警示说，渗透者可能伪造身份混入安保、清洁等内部岗位，以平民之姿待命。真正可怕的是，人们往往被固有印象蒙蔽，认为威胁只会来自明显的敌对者，却不知道最危险的敌人恰恰可能穿着你习以为常的外衣。如果仅仅是美国的内部危机，似乎离中国不相干。然而，布兰登的意向绝不止于此。在他看来，这场潜伏的阴谋其实与中国共产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提到红色黎明描绘的是共产势力侵袭美国，何尝不是在暗示这背后站着的红色幽灵？而接下来，他更是直言算总账与审判的时刻临近。他说他听见灵界传来大量对话，感受到一种大清算将至的氛围。他描述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一些长期玩火自焚的人会在公开场合突然倒下，无论是在街头、会议场合还是镜头前，都可能有人猝然倒地，命丧当场。这让人联想到什么？是不是预示那些作恶多端的权贵或高官会遭遇天谴般的下场？他的措辞仿佛在暗指，中共体制内那些累积恶行者将在2026年迎来报应时刻。布兰登强调，这些突发事件发生的会非常突然、非常快，让人措手不及。而他也提醒观众，不要用刻板印象去判断危机的形势，意思是，真正的危机来临时，可能不像传统战争那样明显，它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剧本。例如，一夜之间新闻传出某位平日高高在上的人物暴毙，或某地出现离奇的事件连锁，这些都可能是那场大审判的一部分。除了美国内部，布兰登的视野也扩及国际。他在意象中甚至看见某些国家与这股邪恶势力有所合作，点名提到了法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说他看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在配合放宽边境和移民通道，仿佛在为渗透行动大开方便之门。他的解读是，那些全面开放、丧失传统信仰根基的国家不是主要目标，真正的攻击指向是那些仍然坚守信仰与自由价值，仍在抵抗共产渗透的群体。很显然，他这番话矛头直指美国以及类似的自由社会，而这背后暗藏的敌人，在他眼中正是共产主义势力，其中自然少不了中国集权体制的身影。就在2025年12月上旬，布兰登再次分享了一个震撼性的讯息，他被上帝警告，2026年将出现5大层面的巨大震动同时降临。这5个层面分别是政治震动、金融震动、地壳震动、教会震动和天象震动。仅仅列出这些名称，就能感到一股莫名的压力迎面而来。政治、经济、自然、宗教和天空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的所有关键领域，
同一年中，若这5方面都剧烈动荡，可想而知将是怎样的多事之秋。布兰登对这5大震动也给出了一些具体细节，例如在地壳震动方面，他多次看到意大利出现巨大的地震与火山喷发，画面中不仅陆地上的维苏威火山怒吼，连海底火山也猛烈爆发，掀起滔天海啸，波及沿岸乃至内陆地区。连袖珍小国摩纳哥和宗教中心梵蒂冈都难以幸免于难。想象一下，罗马教廷所在的梵蒂冈如果受到剧烈地质灾害冲击，该是何等惊世骇俗的景象。布兰登更提到一个细思极恐的讯息，他在异象中感知到某种可憎之事，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CERN 相关。这听起来相当神秘，仿佛暗示着科学领域可能有冒犯神明的举动，引发了天谴或灾祸。联想到宗教经典中的可憎之物立于圣地，预言不禁令人寒毛直竖。在天象震动方面，布兰登描述了大量末日般的画面，天空仿佛燃烧起来，云层着火，浓烟遮蔽日月星辰，大地上的植物枯萎死亡，海水剧烈翻腾，仿佛沸腾般冒泡，大量鱼类翻白肚漂浮。甚至他还看到疑似水下发生巨大爆炸，比如在百慕大三角外海、北美东海岸一带的海域，海面突然被巨响撕裂，水柱冲天而起，海水滚烫，随之而来的是岛屿上遍地尸骸，食物极度匮乏，高温肆虐，空气污浊难闻，俨然是一幅极端灾难降临人间的末日景象。当布兰登叙述到这里，许多人可能已不寒而栗，然而他的异象还未结束。在一连串灾变图景之外，他还看见了一个圣经中的著名异象——大淫妇。他说自己看见一名手戴七角冠冕的女性形象，与启示录中对淫妇巴比伦的描述如出一辙。圣经预言这淫妇象征一个与列国通奸、富甲天下又残暴败德的政权或集团。布兰登引用了经文中地上列王与他行淫，万民喝醉他淫乱的酒等句子，暗示着女性象征着现实中的某种政治权势结构。虽然他没有明言对号入座，但许多解读认为，这大淫妇正是隐喻当今盘踞世界的邪恶轴心，一个让各国领袖与之苟且交易、出卖道义换取利益的魔鬼势力。这会是指谁呢？有人联想到集权统治下的红色中国，一个手握经济利诱与暴政机器的集团，不但荼毒本国人民，还以金钱与渗透让各国政客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也有人想到更广泛的全球主义黑暗势力。不管怎样，布兰登的意象将这女性的覆灭与末日灾难相连，意味着她的统治将告终结。从宗教角度解读，这似乎预示最邪恶的政权将在大灾难中走向审判。听完布兰登的预言，不禁让人脊背发凉。他预见的不仅仅是中共的问题，而是一场牵动全球的正邪对决。在这场巨变中，中共扮演了邪恶势力的核心或帮凶角色，而2026年似乎是故事高潮。他提到红龙倒下，全球进入灵性大觉醒的景象，暗红色的巨龙隐喻共产集权，中国的红色政权正是那巨龙的化身。而当这恶龙终于败亡，人类将迎来灵性的复苏与觉醒，好比长夜终尽迎来晨曦。这番话听起来带着强烈的宗教诗意，却又与现实中的局势遥相呼应。因为如果中共政权崩解，的确可能是全球格局巨变、思想解放的一个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是，布兰登还给出了一些相当具体而且惊人的事件预告。例如，他在另一则预言中直言，中共将干出一件超级大坏事，导致东南亚出现滔天大灾难，连邻近的台湾也受到牵连波及。一个政权的恶行竟会引发区域性巨灾，这让人匪夷所思。难道预示中共会在南海或某处采取极端军事行动，引爆区域战争或环境浩劫？还是指它的人为作为导致自然界的灾难反噬？一些预言解读者猜想，这可能与海底核试验或气候武器有关。假如有人在海底引爆大规模装置，可能诱发火山、地震和海啸，覆灭沿海生灵，那将是天理难容的罪行。但凡此种种，目前只能推测。然而布兰登提到海底火山加海洋强震，尸袋满街的画面，
明确点出了印尼群岛一带的火山地震异动和巨大伤亡。这联想起来，似乎与2021年发生的东加海底火山大喷发有几分相似，但规模更胜100倍。如果真是中共触发了这类灾厄，那将是对大自然犯下的滔天大罪，必然招致毁灭性的报应。综合布兰登的种种预言元素，我们看到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中国的红色政权在全球黑暗计划中扮演要角，但终将在末日审判般的灾厄中土崩瓦解。这与阿南德的星象提示不谋而合，一个地区性的大动荡将牵动中国命运。而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位预言者，则更直接地谈到了中共体制自身的崩溃。英国灵媒克雷格·帕克是欧洲近年来颇受瞩目的一位预言家，媒体时常以新时代的诺查丹马斯来形容他，因为他多次精准预测了重大事件。据传英国脱欧、公众人物逝世，甚至全球疫情等，他都有相当程度的料事先知。帕克的预言风格不同于阿南德的学理推演和布兰登的宗教隐喻，他常常以直观的意象和明确的语言点出未来事件。在谈及2026年时，帕克几乎是掷地有声的预告，中国共产政权将在那一年迎来冰川式瓦解。何谓冰川式瓦解？帕克的用词很形象，冰川崩解不是火山爆发般一瞬剧烈，而是长期累积压力后出现一道道裂缝，整体结构逐渐碎裂崩塌。在他看来，中共的倒台可能并非一天内政权终结、旗帜异色那样戏剧性，更可能是从内部开始逐步解体的过程。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看似坚固，其实早已千疮百孔，不断有碎块掉落。等到2026年，整座冰山可能已经解体的差不多，只剩表面裂痕，最终使其分崩离析。帕克预言习近平将在2026年前后下台，而中国共产党会在内外交困中陷入4分5裂的局面，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要知道，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迄今一路巩固权力，被外界视作新时代的强人。但是最近，中国内部其实暗涌频仍，高层人士异动诡谲，经济压力沉重，地方债务危机，以及民间对极端清零政策的反弹等等，都让习的统治蒙上一层阴影。帕克的话仿佛在提示，习时代将在那一年走向终章。不管是因为权斗、健康还是意外，总之习会退出历史舞台。而没有了绝对权威的中共，内部派系将各摊各的地盘，导致政权裂解。更惊人的是，帕克认为中国的巨变不会孤立发生，而是全球专制政权连锁倒台的一环。他指出，2026年将是独裁者们排队谢幕的年份，不止北京当局、德黑兰的集权、哈瓦那的老共党，甚至平壤的世袭政权都可能面临终局。就在2025年底，帕克已经验证了自己部分预言的精准。他曾点名预言委内瑞拉的强人马杜罗会突然垮台，结果仅过了2天，美国就对马杜罗政权发出最后通牒，并启动前所未有的制裁。马杜罗一时间命悬一线，这样的命中率让人不得不对他2026年的预言格外上心。帕克在谈到中国时，除了政权崩溃，还特别提到了台海危机。他警告2026年在台湾海峡及相关列强之间可能上演一次极其惊险的准战争危机。所谓准战争，就是差点开战却惊险收场的重大对峙事件。他形容可能会发生雷达锁定、军舰对峙、战机擦枪走火等惊魂场面，美中之间或者中日之间仿佛只差一记扳机就全面开战。然而最终或许凭借克制或天命，战争没有真爆发，但这次事件将彻底改变各国对中共的态度，使之成为全球公敌，从而加速中共的倒台。联想现实，帕克的这段预警并非没有迹象可循。近年来台海局势紧张，解放军频频在台湾周边军演，美国也多次派舰机坚守亚太。一场擦枪走火的意外一直是各方最担心的。而倘若2026年真出现一次惊心动魄的对峙，或许世界各国会更下定决心围堵中共。帕克仿佛在说，中共政权的覆灭不仅仅是自身内乱的结果，也是他对外野心引火烧身的下场。值得一提的是，帕克和布兰登的预言在某些点上不谋而合，
布兰登讲红龙倒下，灵性觉醒，帕克则说中共瓦解，独裁者排队倒台。两人的话从不同角度印证了同一件事，一个压迫世界多时的黑暗势力将终结，人类或迎来新的黎明。这听起来何其振奋人心。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预言中的黎明之前还有极为混乱与黑暗的长夜。帕克自己也预计，在政权解体的过程中，中国内外会经历震荡。例如，他提到四国大战的场景，也许指的是围绕中国的几个重要国家可能发生冲突交织，甚至牵动世界格局重新洗牌。可能的解读是，中共垮台时，内有各派军头混战，外有周边列强卷入或介入，使局面一度失控，但最终结果将是集权倒下，新秩序逐步建立。现在我们把视线拉回到罕见重合这个主题上。三位预言者来自印度、欧美、宗教三个不同领域，居然不约而同把中国作为2026年的关键主角。他们一个给出了风险的地点与时间，中国西北2026年，一个提供了象征性的意象，红龙、淫妇、五大震动，另一个描述了体制崩解的场景，冰川瓦解，独裁终结。纵观预言史，如此具体而指向一致的情况确实少见。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大势所趋的预兆？或许冥冥之中自有逻辑。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待这种预言趋同现象。首先是周期循环说，中国历朝历代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王朝有其兴衰周期，中共建政至今也70余载，许多人相信其气数将尽。传统文化中有60年一甲子的概念。巧合的是，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社会撕裂动荡。60年一循环后的2026年，中国会否再遇动乱甚至体制巨变？那一年恰逢丙午年，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火马年。在东亚文化中，火马年被视为极具破坏性的一年。据说出生在火马年的女性命格克夫，因此66年的新生儿出生率曾大降。上一个丙午年，中国陷入文革浩劫，而2026年又是丙午火马，再下一年2027年是丁未火羊。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称未来将出现赤马红羊节，红色的马年羊年带来大劫难。听起来像封建迷信，但当三位预言者的内容都指向那2年时，不由人不背后发凉。这赤马红羊节，莫非真要应验在中华大地？其次，我们可以从现实趋势角度来理解，预言家往往被视为敏锐的时代观察者，他们也许从超感官层面捕捉到蛛丝马迹，但那些迹象往往在现实中早有端倪。例如，经济学家也在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25到2026前后面临严峻考验，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缩减，都可能在那时集中爆发成不可收拾的经济风暴。一旦经济失速，社会稳定和政权公信力难免动摇。政治上看，习近平刚刚打破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久，但高龄统治者往往在第3任期开始出现统治疲态，何况内部竞争者伺机而动，一点变局，譬如健康问题或政变阴谋，都可能成为引爆政权更迭的火星。外交上，中共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制裁、科技封锁、盟军环绕，外部压力与日俱增。因此，纵使不谈神秘预言，理性分析也会发现，2026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临界点。预言的巧合，或许正是来自不同视角的观察者对这个临界点的共识，只不过他们用各自的语言表达出来。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信仰和心灵层面的驱动。布兰登强调，人们必须重拾良知与信仰，才能在2026年迎来好的变化。这提醒我们，大变局年代往往也是人心觉醒的年代。如果中共倒台，对14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意味着什么？也许意味着脱离集权枷锁，迎来信仰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新纪元。法轮功等团体多年宣传天灭中共的宿命论，认为中共之恶业终将引来天谴毁灭。基督教预言者则是共产主义为敌基督式的邪灵，
需要以属灵征战予以清除，而传统的中国术数家或占星师则从阴阳五行和星辰运行中看到其盛极而衰的命数。三种预言体系的结论惊人的一致，一个时代要结束了，而中国正是这场结局与开端的核心舞台。也许有人会怀疑，预言毕竟不是现实，是否言过其实？的确，我们无法证明这些超自然的信息真伪，但历史告诉我们，朝代的覆亡往往伴随种种异象。就拿中国历史来说，每逢王朝末年，常有天灾人祸频，仍被人们解读为失德招致天谴的表现。明朝灭亡前夕，天有流星坠落紫禁城；清朝将亡时，连年大旱与瘟疫四起。现在，预言者们看到的火海、烈焰、天摇地动，恰如古人所记录的那些末世景象，只不过更具全球规模，不由令人深思。中共号称无神论，但真到了天地变色的时候，又岂能逃脱因果？当前，我们正身处2026年的前夜，耳边仿佛已能听到远方隆隆雷声。从阿南德的占星图上看，命运的行星正运转到关键交汇点。从布兰登的祷告声中听来，他急切地呼吁世人悔改自救，因为审判近了。从帕克平静的讲述里读出，他仿佛早已目睹那庞大的红色巨人轰然坍塌的情景。我们这些凡人该如何面对如此充满戏剧性的未来呢？或许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与善念。无论预言是否会100%成真，它至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场可能改写历史的大变局正在酝酿，个人和家庭最好提前做好心理和生活上的准备。如果2026年真如这三路预言所示，中国发生巨变，全球受到震撼，那将是人类近代史上极为关键的一章。一个延续数十年的集权体制可能终告瓦解，与之相伴的是灾难、危机、阵痛，但也可能带来新生、希望与重建。就像漫长黑夜之后的拂晓，东方的天际往往是先透出一抹鱼肚白，但在曙光放亮之前，黑暗常常最深。现在黎明前的黑暗或许正向我们袭来，然而黎明一旦降临，光明将覆盖大地。最后，不妨带着一丝期待与敬畏，静观未来的演变。我们或许正在亲历历史的转折，站在风暴前夜的寂静中。当2026年的钟声敲响之际，真相将逐渐揭幕。那些预言的场景会一一到来吗？红龙真的会倒在自己吐出的火海中吗？亦或一切云淡风轻？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无论结果如何，时间终将给出答案。让我们睁大双眼，见证这场罕见的命运重合2026，留给中国，也留给世界的篇章，正在等待我们一同书写。